谢一下啊，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挑战者被线上击图键玩法或者进行中，微信搜索 KPL 会员中心，点击挑战者被击图键活动入口，获取图件包，口令码兑换，输入本场战队口令码即可领取该战队图件包。同一口令码每人每天只能使用一次，图件党千万不要错过喽！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图件收集活动当中。聊回我们刚才的这个战队的情况，其实对于这个祝福的使用情况呢，确实我们能够看出来，对于比赛的这个局面肯定还是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打铁还需自身硬，必须还是要把自己的这个对于阵容的熟练度给掌握好。因为即使你使用了祝福，其实对面也依然能够拿到一套比较完整的阵容体系。就比如昨天滔博对阵 WD 的那场 build，对方已经用了祝福的情况下，这个 BP 做的是非常成功的。是你选择天命英雄、空破儿和曹操，我直接蓝方一楼抢两点，一个双大洋点直接破了你的空破儿体系。所以我觉得后续如果可能用到天命英雄这个祝福的时候，最好选择两个英雄作为组合来使用，比如说盾曹、盾骁，以及昨天我们效果看到比较好的盾上加四个阵，对，是不是盾阵？对阵，也是能够看到 Hi everyone, hello. Welcome to the stream. So for the first match of the day, we have One Piece or OP, Streamer Team versus Fosun DRG. Still the same best of 5 single eliminations. Whoever wins stays, whoever loses goes home as the top 32 of this tournament. I think we can look forward to see how Fosun DRG are doing with their new jungler. Technically not new, but I think it'll be interesting because their previous jungler 1-1 has been bought over by Chongqing Langdui, which is Wolves. Our guesses in favor of DRG to win this competition is KPL versus 全国赛道, which is the national tour tournament. So national tour tournament versus Fosun DRG KPL, so more or less I think we'll see a 3-0, but it will be interesting to see how they use their blessings and how they try to contest with KPL. Especially with a top 4 KPL team based on their result from the annual finals. 第10届的全国大赛获得了北大区的4强，11届的话呢是总决赛的冠军，在12届当中也是拿到了全国大赛的一个亚军。在全国大赛其实已经磨练了一段时间了，这支队伍在全国大赛还是拿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成绩的。就他们今年在全国大赛磨练的时间其实已经足够久了，对，所以说今天看他们准备的充分的，还有就是经历过人员调整的福山家，就9库已经去到了。Yeah, and for DRG, they made some roster swaps since annual finals, so 9库 will not be the lineup, and there will not be 1-1. So this is your lineup for One Piece, the 全国大赛 team. 这些选手整体呢也都是在联赛当中有过一个比较高的段数，并且他们彼此磨合的时间其实挺久。是的，来看到选手登场，要去拿他们的信物。你习惯说巧逼对。也是给到了 OP 的一个战略信息。现在对于 OP 来讲，手上的这个信物啊，肯定是感觉沉甸甸的。到底他们能不能守护好这个信物？要看他们今天比赛的发挥。And for the side of Fosun DRG, familiar faces, some not so familiar faces. So 花园, 家宝, 早点, Mulan and 四宝.四宝was the sub for annual finals for Roma. 拿起他们的信物，主要实力的那一方是要把信物放在咱们的信物墙上的，这是一个比较残酷的事情。是的，输了就淘汰了。2025年年度总决赛4强，2025年 KPL 春季赛的亚军。其实今年我觉得福山家整体的状态是不错的，春季赛亚军之后，夏季赛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低迷，对，
但是此次挑杯他们经历了一次的一个人员变动，不知道他们状态是否保持怎么样。特别是我觉得家宝这一点一定要去证明自己，因为最近其实我也看了一些，就可能切片啊，就觉得就是包括花语以及走将比赛去帮家宝去打个 call，说一定要相信他，我们是一个团队，是类似于这样的话。其实对于火山 DRG 整个队伍的一个团队来讲，在整个年总的一个表现，那肯定是一个非常优越的一个表现。到底看看他们在进入到挑战者杯能不能把这个状态保持好，就要看他们比赛的一个具体的发挥了。马上呢也会有这个比赛的情况跟大家一一展现。火山 DRG 对阵 OP， 这是一局非常具有挑战 So first match of the day, Boston DRG versus One Piece 绝对不能轻敌的一场。 National Competition 前面两 Tournament. 场对于 DRG 来讲，可能他们的年总是一 So I 个 think 小 that 问 is 题，但 we want to see 也 how 是一个状 Tinker 态比较 DRG 好 can 的。 play against like 嗯， a team that is more 到了这 synergy 次比较让 that 人记忆 has 犹新的是 synergy for quite some 太 time 阳 and are 和 not 金 really on their 那 network. 也许 DRG 的队伍的底蕴就是在一次次的遗憾之中找到新的开始，而挑战者杯今天的这场比赛就是他们新的开始。就泽教这边，我觉得有一种魔力，就是他无论带哪些选手，可能都把他们带到一个很高的高度。是，就 I think this will be an interesting way to see the real limits between 其实让我印象很深的 normal 是 regular people 这 versus 个 people. 表现也没有像之前这个年总包括一些稳定下来比赛那么的亮眼，他也是经历过队伍的整体的磨合以及泽教他的战术的部署之后，变得愈发的强大，就最终是找到了他合适的一个打法，黄地流，对，一方位一直吃前，然后警告对方野区，给对方的队友很多的一个压力。那现在这个角色变成了家宝，不知道家宝能不能适应好这个比赛的局面。其实家宝呢，他也在来到 DRG 之前 So 的效力过 there 4个 will 大 be 陆， one challenger's blessing that they can use. They can choose 他在 TCG one 整 out of 体的一个 the 表 two 现， that are 其 given, 实 the refreshing 我 of 觉 hero 得 pool 可 and 以说 the 是有过 selection of 高光， two 但 heroes 是 that cannot be 也有 picked 非 off 常 them and do not count to the hero pool 失 that they 的一个 use. 表现。就家宝在当地的比赛 Because 可能表现一般般， this tier list 那 is 看他来到 for DRG the 之后能不能 OP 达到 versus DRG. 他的一个 OP 水 is 准。 one tier below them, so they 大家 can 看到的 use 一个 one out of two of the 整 blessing 体的 scheme. 队伍的感觉就是说我们是团队，我们要相信，那就要看家宝面对这份相信，他将交出怎样的表现。当然除了家宝之外，还有就是他的好队友四宝，今天能不能跟他做一个不错的野辅配合。来看到第一局的选边，火山 DRG 选择了红方，而 OP 在蓝方。其实昨天我感觉登场率比较高的还是直插这个点，他摇摆的空间是比较多的，发育路也能玩，对空路也能玩，打野也能玩，这些三个位置都出现过直插。前三手如果点一个直插的话，后面给到摇摆位的一个可能性是非常多的。是的，现在其实直插也是在目前比赛里面，我觉得是一个非班必选的存在了。就你感觉无论就是盾山多大， So let's see how they do for the first 体 game. 能上面的话，对抗度 Players are probably getting ready in the 可能梯度高一点。 tournament lobby 对抗 and 路 setting 效 up 果 their 不 own 错， stuff 没 at the 那么闪， moment 而且对抗路前期其实 as we're jumping 不 into 像 the draft 打野的话， that's 其实 starting. 他得出装得进行一个变更，因为现在走双边的话都是那套电刀加模式的出装，走打野的话都是工作节奏暗影战斧的那套出装，所以说出装是 So 非常 for the side, they are talking about the 对于 Chicha potential 高 draft 级英雄，然后另外 builds that you can consider when 这 he 边 comes to 他 global. 们到底会 So 不 it's 会对 like 于这些版本 if you're going farm or 进 clash, 行 you 一些 probably go 他 for 们的 Spark 理解， Forge 然后 into 到 Boots 这 into 边放在 Doomsday 一些队伍身上。 or vice 其 versa. 实那场 Doomsday to Spark 第 Forge. 12届的全大赛决赛也是 And then 163嘛， most likely 上面 defensive 选出了 items like SIG， your Spike 说 Mill, your 估计 Kuras or 看看 Savagery, 今天
Whereas in jungle, you normally go for the X of Torment first for the extra piercing damage that will be coming as the item reworks. And you probably go for your big jungle knife too, the yellow color or red. Alright, let's get to it. Start the draw. Very dragging time. Oh my god. So it's quite crucial to see how they want to use the challenge blessing refresh of hero pool, or you want to lock 2 heroes for yourself. But I think when it comes to it, you probably want to lock 2 heroes first to try to secure your game winning like composition. I think that's more important than like refreshing a hero, because sure you can make the coaches think more, but then it's not really something that you're super like that you practice super long. So yeah. So I'm guessing most of the audience is actually DRG's fan, because for this KCC, your tickets will be a rolling schedule, and so you can be there the whole day, you can be there for 2 games, you can even be there for 3 series if you want, depending on your own schedule, at the Shanghai KPL Esports Arena Stadium. So for the first match, they will not be using the Challenger's Blessing. Blue side, OP One Piece, and on your red side, you have 4 Shine DRG. So ban out Jing, ban out Dun Shan. Jing normally is like a clear angle that you want to take your Lupan master combo, because of being a natural counter. You either go for Hypers or you go for poke damage. So ban out Lupan master. So I do not want to take Lupan master. So probably I want to go Chicha. I want to go
some jungler that is very high priority. So Fati ban out for herself, Force and DRG. Cat Boom a very safe pick regardless of the situation in game. For first game, Cat Boom is a very good first pick. There's nothing much that can really counter a Cat Boom or like hold him in place throughout all parts of the game. So Cat Boom is super good early first pick. Force and DRG counters with the Auron and Gong Sun Li. Tai Yi Lady Sun. So the ideal scenario here is Tai Yi and Lady Sun for the side of OP. So they are trying to get early mid game and early mid priority over their mid and bottom half of the party. So early priority is quite strong for the side of OP in terms of mid bottom half of the map. Tai Yi Lady Sun, as we know, counters Gong Sun Li. Kong a standard draft when you have Ali on your team and Auron, so good engage, able to steal items and very mobile roamer. They ban out for the side of DRG, so probably they did their research. Maybe this Yue Ban, the jungler on the side of OP, is a very good play. That means because obviously OP to make it this far in the national tour tournament, they must have done well and have high pick points to even make it so far. So Guan Yu ban out, Tai Yue ban out, so probably tank jungler. So a rare tank jungler or beefy one, because Hai Yue normally puts well into her ultimate, the moon domain actually cannot steal tank junglers away. So my Shiranui ban Yang Jian, Ambrosa and Fate ban. So they know your jungler is probably one of the core players and have researched quite well, which is showing respect for lower tier teams too. So Charlotte picked up and Dun to counter the Byron for the side of OP. This Lady Zhen is a super good pick for Sun DRG because OP side they are all quite shorthand except for the Cat Boom. So in this case they all want to dive Sun DRG first, or else they will just get pushed back by the tempo from DRG. So I would say I favor DRG draft to a 6.5 to a 3.5 for this first game. Because no matter what, your OP has to be the first one to engage and they can't really come out. So Lady Zhen and team can just hold the terrain, wait for them to come in and then re-engage. And OP can't really touch Gong Sun Li in this case.
So now we're currently waiting for them to load into the Heroes Gorge, as the first game of the Best of 5 series will start very shortly. Let's go, load in. So I think DRG's draft will do super well. I'm expecting quite a clean game for this series. Especially for first game of the day. Though it's the first time any KPL team at 12 PM. We're just shaking hands. Here are your drops for the first game, the Best of 5 series. So DRG, probably the jungler didn't buy jungle knife to steal and share the first minion wave. And then after that, once they get priority over 3 people stealing the first minion wave, Ali can help to speed clear and share the wave or run. Very clear and precise, like mini micro decisions that you all can see them make, so they actually help like check if Ongren's blue is still there, because we do know that Tun has a very high ability to invade your jungle early, alongside the side of Catboom and Tai. And since they saw that there are 3 people at the mid lane, they just decide to let the wave slowly crash in and let the enemy team just gain the priority that they need. Because they still can build up and freeze a big wave. See, there are about 6 minions there, I guess. Yeah, so they do not actually lose out on the goal lead that they won. And then Ali and Ogren 8 shared 6 minions worth of gold. Pretty smart decision making. So they are very aware that on the side of Forsen DRG, they do not have much like wave clear potential and ability to get wave priority. Or Kong for Ogren, double.
Yeah, it'll still be a double kill though. Yeah, triple. Do we get a triple? Oh, 4. That is disgusting. So with that 3Q advantage, gave them about 1k gold lead and a free tyrant. But honestly, that was quite good reflexes from the side of OP's Bowmer to flash to give your ultimate for the ladies. That was actually not bad already. Tun. They stole the boots of Tun and the blazing cape. Yeah, Jiabao's Ogren is most likely the MVP this game. The tempo that he brought up for this game is super fast. Like the way he's leading his team in the mid to early to mid game just to get this lead. Very super good plays coming from Forsan DRG coming into the 5 minutes. A goal lead of about 3,000 at 5 minutes in a professional play scenario is super good. Did he take the blue? No, he didn't. His smite was on cooldown. Yeah, it's an average GPM of about 1,000 per minute for the Ogren. Because he has about 6.3k go at that moment. So that's the lot of the mysteries LTM skin collab that you guys will see in global very soon. Yeah. For Ogren, I think he's the judge or something like that. Yeah, so that is the skin that you'll get very soon in global scene. The only skin that will not be coming will be Yuanke, which is not really a meta hero anyways. Yeah. So you will have Ogren, you will have Yixing and Xi. And I think Cat Boom has not Cat Boom, Guiguzi has his own custom. I think it's very hard for OP to come back. Because if you are playing a Xiahou who's by default, so your composition is by default supposed to have a bit of early to mid pressure on the Ogren jungle. But based on gameplay, they are not showing that, and the goal difference is about 2k between junglers, which is quite detrimental. The only person that has a goal lead, and that's because of Tai Yizhen, is the Lady Sun. So the mid turret will most likely go to half health here. Wow, this positioning is very good for those that are learning Byron or like you want to play Byron at professional scene. So you want to be a front line that cuts off space from the opponent. Like you want to have control over certain parts of the map.
So your team can just push or like take objectives. So that Byron positioning is super good. And now he's quite tanky, like nobody can kill him. So they will most likely look to melt a bit of the enemy jungle camps before heading for the 10-minute tyrant. So this is the basic discipline that you all can practice in your 5-man, your scrims, or competitions. At 10-minute, even if you're super ahead, I think it's crucial, like, you know what other resources you can still take before the 10-minute tyrant or overlord. So in this case, they're doing both dragons. Wow. That is very good, because they know that the wave state now is that we have all 3 waves priority pushing into your T3s, and we can just take both without you guys contesting. Even if you guys take one, we can still take the other one and collapse on you guys. So that's super good decision making from Force and DRG. They will look to end the game in about 2 to 3 minutes time. This game should end, ideally for the side of Force and DRG. And the MVP for this game is more or less Ogren. Oh, yep. Ah, the Byron's down. Oh my god, he leaped. Look to take the mid T3. Oh, big. So they decide to just back off, take the red side jungle camp, and probably pushing the bot T3. Awkward. The Ogre fell. He had blood rage earlier, I think. He just didn't manage to press it. So yeah, they should look to end the game soon for DRG. I don't see a comeback angle for the side of OP. They should play more discipline for DRG. I think they shouldn't grid for the top bot T3. They can look to start the drakes again.
That be a safer play. Cause technically their main damage is Gong Sun Li, so if Gong Sun Li falls, anything can still happen. Ah? Even if DRG needs to be very cautious at this point because the goalie is not really like very big for them. It's still negligible, so anything can still happen in the team fight. One bad team fight and they lose. Oh, okay, okay. And the first game will go into Forsan DRG. They will take the first 1-0 in this best of 5 series. Congrats, Forsan DRG. So, Linger asked the jungler Jiabao. So, after so long playing with coming back into the scene and playing with Forsan DRG, how do you feel about your synergy? I feel our synergy is okay, and the way we communicated, especially me and Sibao, Romer Kong Konger, is that we saw less people, so we just went in. And I felt that my performance that game was 8 out of 10. There's always room for improvement. So, yeah, more or less, like, everyone would have voted for Jiabao's Oren to get the MVP for this first game. I think that's more or less confirmed.
其实就比较考验你当时的一个处境。你如果是抗压的人，你不要随便丢技能。你如果把一二兵线了，那对方肯定有沟通。哎，真接的一线的交了，把谁叫过来，直接把他给虐了。对，我们一方面在正面看到热火少年的团战，但是确实也不能忘记在背后默默去抗压的这些像早点这样的非常不容易的一些英雄一些点。不过确实这把DRG他们前期这把空玩以及和大四面包跟梦蓝的一个 combo，我觉得接的都非常好。对，几波选手都是四宝去开的都非常不错。特别是在河道这个层面上，我觉得在前期其实DRG的进攻性要强很多。并没有说就跟你和平发育拖到什么8分钟10分钟这样的一个节点。四宝和家宝确实一直以来他们的默契磨合的打的时间也是。So the heroes that were chosen, the Q count difference, 12:1. 15 minutes, 17 seconds game. As you can see, the GPM difference was mostly in advantage of Force on DRG most of the time after the 4-minute mark. Very clear one-sided match for game 1. Your itemizations are here, and the stats for damage taken in red, damage taken in blue, damage dealt in red, and the overall GPM or gold in the game and your Q participation on the far right. Your MVP 家宝，利刃收割 which is like decisive execution. 91.7k Q participation, a damage of 20%. I think for Ogren it has to depend, like the stat that production shows has to depend. Like if they went for the damage jungle knife, they can show damage dealt, or rather if like you went for your tank jungle knife, you show the damage taken. Yeah, this Ogre's tempo was super good, though he only like died once. He knew the limits of his hero. Super good, and you can tell that most of the time it was him leading like the decision to invade or fight. And the highlight the Kong Konger ulti. So will OP look to
use the challenger blessing in this game. OB chose to be on the blue side, giving the red side to force on DRG. I think just red side draft is a lot better though. So I don't get the blue side giving the blue side. So as mentioned earlier, OP can choose to have one of the blessings out of the two. 重置 which is to refresh your board and taming to walk out and prioritize only two for yourself. So will they use it in the game 2 or will they hold on to wait until DRG gets the match point? And we'll dive right back into the game 2.而且其实能听出来，现在其实，在酒库离开了佳节之后，梦蓝的帮助占比明显是高了很多的。是的，在每一波顺风以及进野区，包括说推塔的时候，梦蓝其实给四宝、给家宝很多的一个信心。比如那一波推下路高地的时候，他就跟家宝说：“往前面压，我经济很高，自信一点，打凶一点。”会给家宝很多的一个自信，而且在团战当中的一些集火指挥，梦蓝这边做的也很多。No, so apparently the shot caller is Menglan, Munlan, and not Jiabao. So I think because Menglan has been in the team for very long in DRG as a captain. So I think yeah, it makes sense to it's like sort of like Eno leading AG in shot calls and decision making. A big brother that you can look up to and trust. So that's interesting too. 没有太长的一个时间，看看他跟整个队伍的一个默契磨合能够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吧。但第一局家宝的发挥已经其实很好了，他前面的第一波双杀，包括后续野区的一个节奏，反倒是 OP 这边，他们其实得稍微注重一下前期，就最好打一些能够开团类的英雄。一把其实能看出来他们在前三轮蓝色宝直接锁了直布射辅，双 C 就直接露出来了，而且是没什么太多的一个控制的。所以说第二局针对你没有控制点，直接一抢到大司命，如果选大司命，建立前期的一个优势，包括说空口上赛罗做了一个抗推位的一个选择，他可能需要更多的主动性。这个动画来要说明这一把 So they're using the challenger's blessing in game number 2. 看一下 OP。前面英雄，鲁班大师和叱咤，这样的话， They picked up Lupan Master and Chicha. So 在本局中低级别赛道的队伍可指定两个英雄， they have to 高级别赛道队伍无法选择禁用，且该英雄不会。 so they want to play Lupan Master comp or they are scared of DRG. So it works both ways because you can't enemy cannot ban it or pick it. So it's like gaining 2 extra ban slots in a way, or like you gain 2 extra or you guarantee the hero that both heroes. So it depends on really how they use. Sulia ban out for OB. Sulia, so interesting. They want to
Stop spot.空空二 ban for the side of DRG. 进抽 yeah, they confirmed that they want to take Luban Master in this case. Yang Jian ban out. So if they want, they can just Dunshan. So in this case, it wouldn't make sense. 你挖 for one thing. So they just want to use Luban Master as a ban slot, an extra ban slot. So it's like 6 bans against DRG. They do not want DRG to get a comp that they're comfortable with. Okay. So Ogren and Ingzhen, long poke, high sustain. Owing Yuwa, a very standard composition that you all can see in KPL or lower seed. A very late game, you can see comp. Lupong Tang works well against the Ogren here and the Dushan. Gongsun Li ban, Erin ban. So DRG will just lock the farm laner. Guan Yu Zhang Fei. Very good potential to re-engage and engage. Good team fight potential too. So more to ban. Normally you wouldn't want to ban projectile heroes when you were to shut because the ultimate is the big wall that comes out that can block projectiles straight line. Ma Chao ban. Ma Chao because DRG is scared of the ability to bring outside wave pressure macro to counter. And Ma Chao counters Yuwa and Aoyin. You can actually kill them quite easily. So Chicha into the farm lane, which is why they use the Challenger Blessing, and we have Cao Cao. 50-50 lane matchup, quite even for the Clash lane. Jungle wise, Flow One Tank should be able to do quite well against the Ogre. Mid lane is 50-50, whoever drops the first turret kind of loses a big lead for their team. Bot lane, Chicha and Dunshan has the early game pressure over an Aoyin lane 4. Personally, if I was to cover the ID of the players and look at draft alone, I prefer OP Straw.
Left side OP, right side for Sun DRG. Dive right into the hero scope. So a very standard play that you'll see is Ogrons nowadays like to start mid and share the goal before. And sometimes they also like to invade the enemy's picks, the small little picks that you'll see near the rip off. Oh, this is a very small. They freeze the lane and just last hit the minions for the side of DRG. So even if Chusha comes up, she cannot really do much to like get the last hit extra go off the minions. Because they were very clear that Tunshan went to top to get the first birds at the top side of the enemy jungle. Pretty even game so far, but a bit of goal advantage to the side of OP because there's still quite a few little camps to the side of Foresight here too. I think the issue will be that OP's draft may not be able to sustain much the late game, so they need to try to close this game out by the 15 to 16 minute mark for OP. Or else they're just going to DRG's head. One Owing's swords will just melt most of OP's draft to half HP in team fight. So kind of a ticking time bomb for OP if they cannot find any advantage in the early to mid game. Very hard for DRG to get control over this first turret. Because the Flowborn tank doesn't have much HP left. Okay. Reset. Yeah, they have to give. Oh.
山会一边回而已。所以他们选择直接，哪怕你对山进塔的时候，我直接把你下一塔血量该推还是推。是，看这波 OP 要不要反推下移啊？大四命找不着常用那个位置，感觉有机会能推的。视野已经压好了，这波吃上了能推就行。正面家宝的状态也被压了下去。这两波感觉家宝的抢中效果没有很好，自己状态掉的比较多。但这波 OP 的中点抢完之后没有选择转下，反倒是让梦兰一个人把下路线给清掉了。They want to force out our OP here. 梦兰甚至手里还有大招的，那这波应该是要进下换塔了。不过 DRG 的蓝狙马上刷新了，这波联盟和云塔的回防。还先刷新，对吧？这帮人给逼过来了，加宝这边轮过来，先拉托，都在等队友。不过上路的线是被花园给先带的，曹操得回去清线，那这波来不能反，这波视野已经极好。这就还是能看出来 DRG 他们的底蕴还是非常。廉颇，哇 ，nice， that was nice。平城最终是被 DRG 打到，加不了成功哎，还在蹲。那中期我们看到现在敦山进门还是要去找嬴政，他们想利用嬴政大招举在敦山身上，开启消耗模式。对，这波往红区一挤的话，也给了曹操一个带线的时间，把边路的防卫塔给带掉。这局其实能够感觉到 OP 在至少边塔这个。At least, okay, for this game, what I like is that at least OP is holding their own after using the challenges blessing. Like, that is doing quite well to the person DRG despite the first game. Like, the first game was a clear slaughter since like past 3 minutes. So at least they are holding their own this game. But that's also partially because of the draw. 那这样就能看出来，其实，在家宝来到DRG之后，他们明显的资源分配是，家宝明显是占的比较低的。他现在是队内的一个4号位，跟之前婉婉相比的话，像拿到了像袁凯这样的英雄，其实经济是不太一样。对，更多的还是要让经济给队友。风格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不同的。经济要的还是很紧啊，现在其实就是一波团的事情，对，都没有拉开。主要目前这个阶段感觉中轴上面嬴政强度太高了，一直在压对手的状态。只要DRG想抢中 ，OP 就会在中轴上面用这个嬴政不断的压低DRG的状态。而且其实 OP 这把其实越走到后期的话，嬴政这个消耗会越来越有效果，是包括说盾槽以及后面盾山加吃杀的一个进场。感觉 DRG 稍微得添点速。This next Tyrant should go into the hands of DRG, but they need to. Okay, a better plan would have been if they pulled it out of the Dragon Speed, like the war area. I think that'll be cleaner next time. Yeah, it's just a small tip for you guys too. 在没有一个非常主动的情况之下 ，DRG 这边也没有寻求碰撞。然后他们其实有的时候也想开，但是 OP 不给机会。他们 DRG 每波都是3来抢中，但我前面有看到这把4带的是晕血，距离不会那么的远。其次就是嬴政，他真是不给你位置开啊，对，一直躲在塔前，而且很多时候是开塔之前，可能状态已经被打残了。现在看这波边路有一个碰撞。The 1v1. 曹操大招换掉了4公阵的狂暴，这一波感觉有点伤。Dun Shan will fall. Dun Shan will die here. 啊？这边应该是逼出了梦兰的大招，是战到10分钟龙团，梦兰这边是没大招的。虽然说曹操这边是没有闪现的，但是 This okay, DRG they're in quite a dangerous spot now because their ultimate cooldowns are quite long. So Awing has no infinite vastness here. And the side of OP they have technically 2 smites in this case. But their AoE CC may be lacking compared to DRG. So
The smart play here will be DRG gives out this Tyrant, they go for Overlord and bring out the side waves, applying more pressure. Okay, OP is in a very bad Tyrant positioning. This positioning is in Chinese we call it the 死相位, which is very bad for Tyrant fights, as you can get collapse from all different angles of the map. Yep, it's a wipeout. 2 for 2. Mid laner and roam traded for jungler and roam, which is super bad for OP. So this Tyrant just goes into the hand of Forsun DRG. That was very bad planning and decision making from OP. Did they go back in? You have type. I don't get it. Oh my god. So probably this comp is one that OP has been really grinding and practicing in scrimmages. Cause to have such an effect and like they are able to hold their own so well means that this is something that they are very confident of. The Cao Cao, the Chi Chai, and the Dun Shan. They need to turn. What a bad trade for OP. Cao Cao down for the Limpo. Never a good trade. Oh. Oh. Wipe out. Ace? Oh no, no ace.
现在还补出了自己的防装魔女，攻防兼备嘛。哎，差一私讯，没事，下播再来播一个平均就叫了。是，吹高地这个事儿千万不要强迫症。哎，刚刚这个事儿，对，刚刚那波 OP 的角色是真好，先开了个笨狼，三个人从正面，盾山从侧面位置，对他侧面夹过去，先是被控了一下，但是他二技能背回来一个女娲容，大招控了3个，这个控制给足了，很有想法。他也知道自己经济有优势，只要能够先手到关键 C 位，团战基本上就是稳赢的。是的，现在 OP 的经济领先还在扩大，选择拿双龙，就暗影暴君胖虎可以不压，不想给机会。其实还是比较稳的，通常来说，先拿暗影暴君的那一方应该会把这个 buff 时间给利用到结束。哎，压机想接，但是 OP 其实很乐意在外面跟你接啊。对，如果真开起来的话是不好说的，结果往好了，继续冲。但第一时间第二季撤得很快。其实在外面打的话 ，OP 还是优势。So DRG now has to play on the back foot of OP's tempo. Nothing much they can do at this moment. 还要过来吗？盾山一直在给视野，正面 OP 5人都是在的。这波如果打起来，直上是一个绕后卫。看一下直上的位置，在这儿了。是的，但是正面第二季把视野想给挤出去，先打草的危险状态，但是正面有可能被包，盾草直接在团战里面开起来了。这波连波控一下，盾草在团战里面吃到太多控制，草草被先手反秒了，盾山的位置也倒下。Wait, why are they so staggered? OP's their positioning is super staggered. They will look to end this game. Ingzen out is Garuda's out is not up yet. They can't really defend with a Garuda and a Ogren. They can just stand. DRG should stand in front of the minion wave actually. What are they doing? They could have ended there. They just had to have Lempo or like somebody stand in front of the minion wave and push in. I think they still can push one more mid turret. Yeah, that's the Shadow Vanguard. He's coming in. Yo, what's up? On Z? What's up? Yo. Honestly, OP did quite well already this game. They just blundered the Shadow Overlord fight. Yo, what's up? Pretty even game coming into the tempers. Whoever takes this tempers will more or less win the game. They just have to have a very clinical team fight. 2-0, looking at this, yeah, it's possible it's a 2-0. But the goal difference is quite negligible. It's just that OP doesn't have wave priority now. Oh, they don't see the Flowpon tank.
They can't take this fight. Their top lane has super minions crashing in. A new one? Oh my god. But the advantage of Tempest is in the favor of OP now because DRG doesn't have much sustain in the comp. They can only take short, like, bursts of damage. They cannot take prolonged fights against OP. OP has like 3 people that can heal technically. What is the Chicha there? Chicha shouldn't be alone pushing the side waves actually. This is a crucial mistake for OP. They lost this fight already. Your farm laner is down for the sake of your trading enemy mid lane is not worth. They can't take this temples. Even if they take, their base is more or less empty. Ah? Wow. It's very impressive for a tier below team to hold their own against KPL into 23 coming to 23 mini games with Tempest. Even if they take Tempest here, it's not much of a lead, right? I don't think it's much of a lead. So this is the items currently available for both teams. So Sage's Sanctuary cooldown is being shown, and Sage's Sanctuary into Destiny, which is the standard fast hand combo that professional players can do. In terms of seeing the draft with closing the ID, as I was mentioning earlier before game 2 started, I favored OP. Should have. $25 to at least get one of the tier 3s down for the side of OP. But Fatih still has the Sky Dome and his ultimate that is very low cooldown, so he can take a bit of trade with the side of Forsan DRG actually. Get the top T3 will fall. They can defend the bottom one actually for DRG. Because at this point, past 25 minutes your super minion is more or less the same strength as your Tempest.
super minion scale, but your Tempest doesn't. Advantage still in favor of Force and DRG despite the gold diff. Because they still have one extra wave, which is actually the bottom one, far away from where the Tempest will spawn. So even if OP wants to force a fight, DRG can just backdoor. Second turn, Sage's Sanctuary, not popped. Reset. Only you apply shit and I follow you. Thanks for the follow, Roland. I do try. Cause the official broadcast will only cover the KIC teams, which is tomorrow and Tuesday. So your Alpha Maker Gaming, I think they're called Alpha Maker this instead. And all Tiempo. Yeah, DRG sealed this game in their books. 2-0. Oh yo, look at the healing Dun Cao combo. Oh my god. Okay, so as I was saying, APG, Nova, and HBSC will play tomorrow and on Tuesday. Yeah. HBSC will play against a streamer team, if I'm not wrong, Sangjie's team. And Nova will be playing with WSTKGL. As for APG, they'll be playing against the Academy program team, Qingxin Pojin. Okay. Wow, this is a very long game. 30 minutes for game 2. Oh my god. Tempest? They still can fight. Crucial shielding from Dunshan. What a clutch. Oh my god, it nearly backdoor. Oh my god. Yeah, so like I was mentioning earlier before this, once I saw the draft from game 2, OP, yeah, they actually stand on, but their draft is a lot better. It's predicted. Oh yo. Advantage still in favor of OP. They have Sage's Sanctuary, Advantage, and Destiny. Oh. Instant should just play front to back. I don't know why his positioning is so bad. OP down. There's no way you don't end here. Tempest 1A. Oh. Force the base end. Let's take turns tanking the Nexus. Booster. And let's congrats Force and DRG for making it 2-0. Not an easy 2-0 for sure. So I think t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national tour competition team and KPL. Like even all these small decision makings can see the difference. Okay, so now we have a short interview from Linger with the player of One Piece. OP KPL. OP is the national tour tournament. So like it's called 全国联赛. So it's like
let's say you represent your province or state, and then you go further up in the competition. So like some iconic player from that came into KPL from the 全国联赛, is the same tier as OP, is 大帅 from 成都 AG. Yeah. 因为我们西老头鞋战斗力还行，就是他们现有压力，就是在面兰大森林给各种视野，别让他开得太快吧，我们还能打得住。能感觉到在这一局，我觉得气氛是非常清晰的。那接下来我们没有祝福了，有没有什么祝福或者话想送给自己？ So for OP, they do not have a challenger's blessing coming into game number 3. Since they are one tier below, they can only choose one out of the two. And they felt that that game was very intense and that it was 50-50 for both teams. Because to be able to drag into 30 minutes against KPL team is not an easy feat, especially an S tier level. 气压的情况之下的，能够瞬时间做出的一个复盘，能够看得出来，其实还是对于场面的一些局面比较清晰的。就无论是哪一边，我觉得这一把已经状态打得很满了。是的，无论是 OP 还是说富山家，对他们对于兵线的一个理解，包括说对于团战的一个角色，虽然说前面一直是 OP 的一个领先，但第二季通过那一波团创造了机会，但是再度又被 OP 来到了他们的一个领先的回合，但最后一波机会又是被第二季给抓住了。 I hope MKL Malaysia will win tomorrow. Yeah, I feel that global teams, they do stand a chance up. They do stand a chance for tomorrow's match, but it will be a tough challenge, and we will see how the coaches use the 2 challenges blessing that they will get. Definitely. And for the side of HBSC, JR will come back and play for Guiyu because of the baby law in China. So basically, it depends on the game title too. Some games are very strict on abiding by this like sort of law where you have to be legally 18 to play in the highest tiers of tournament. So KPL, KCC, your animal fighters, you have to be at least 18. One example is Xiaoshui Snowy from TTG, who got his debut match this year only on his birthday. Yeah. So sadly, Guiyu will not be joining us for the Challengers Cup, and it will be JR in the Clash Lane, VV in the front lane. Nova wise, still the same roster. Shishan's birthday is today, so he managed to clutch and turn league before his match on Tuesday. Yeah, so I think instead of saying win, we should take the small small game point as like victory, and if they can hold their own and not make it a one-sided slaughter against the KGL streamer and academy teams. I think we take the small W's. Like I think one good example was Nova taking a small game point of Guangzhou TTG in the KWC. That's already something, an achievement that we can celebrate as a global audience. So MVP for this game, 早点驯龙高手. So Dragon Slayer this case. His crucial stealing of the tempers really turned the game around for Sunday. 61% team participation damage dealt of 29%. KDL 1, 3 and 7. So a lot of the AoE CC and like high burst damage from Yua was actually what sealed the game for Sunday. See, this positioning from the Chicha was what cost them the game. Like the Chicha and Incheon's positioning were quite bad. Like okay, the ideal is good for a Chicha to flank because you do get iframes from the ulti and like movement speed. But you're still technically a farm laner. So your health is not really that high. You still can get melted easily. And look at how disgusting the Dun Chao is. I think, okay, for me, I feel that either global teams, if they want to at least get a point off, they really need to grind the Dun Chao like
combination alongside the challenger blessing when it comes to playing. Because technically Cao Cao is a stronger version of Fatih. Yeah, so if they can master it, it's very good. And I think our global teams, most if not all, already play on the China server since years ago, so that's an advantage also. It's just how they gel and manage to like find proper scrimmages and actually improve as a 5-man within this short period of time from the KIC patch. So all 5 votes for MVP goes to Forsen DRG's 早点 Pusher Temple Stew. If you all have any questions or like feedback, you all can leave it in the chat too, so I can help adjust the stream and make it a bit better for you all. I'm not a caster or talent, so the way I portray things or like say certain concepts may be a bit laggy, but I'd love to hear your feedback. So we'll jump quite shortly into the third game of the series. Of this best of 5 single eliminations. Whoever wins here moves on to top 16. Whoever loses goes. After this segment, it'll be the mic check. So now with no challengers blessing left for OP, can they still hold their own and do well without a challenger's blessing? And we jump into the game 3 draft. No, it's the I bet it's the mic checks.
Okay, so my analysis of this game 2 comes from here is at some points they are quite like messy through the way late game because as you all can tell they were quite confused from like should we focus the tempers first, the one at top side? Or like should we take the fight first? So like I think if they are clearer and sharp on that, it would have been more clinical team fight there. But at the end when they saw like the Ingzhen was our position, they were like, let's aim the Ingzhen, let's aim the Ingzhen. Or like Garuda in this case. Or like some they have to be on the same page as both players. Or else everyone will be confused like who should we follow? That's why it's good to have one main shot caller and that's all. Like you do not have somebody else to shot call. So even if you make a mistake, you go back and review like as a team. You do not blame that person, but you learn as a team. Yeah. So on the far left and far right of your screens, you can see that was the heroes that they used in the respective game 1 and game 2. So Teaming they chose Chicha, so Chicha wouldn't have counted in the hero pool that OP used for game 2. So in this case they can still pick it up for game number 3. So do they want to give Forsen DRG the Lupan Master? Normally you don't give the Lupan Master to KPL team. So Lupan Master don't sandban because they already used the Cao Cao combo on their own hand. So Chicha picked up for the side of DRG, stealing the OPs. One of the better heroes that they played last game. Kaiser Niwa can stop the engage of Forsen DRG's Chicha. Very good pick up. Zheng Fei Mai. I don't really like the Mai into a Kaiser and Niwa. Their hands are still quite short for the side of DRG. So based on what I can tell, OP's Mayin is apparently a power pick for the player for the Clash lane. So they are playing along the line of since we're already down 2-0, let's just do our best and pick our signature picks. Charlotte ban. Charlotte pay ban. Fong Sun Yi ban for the side of Forsen DRG. So DRG wants to win out the bottom side of the map and give more advantage to their core Menglan. They want to get lane priority. All-in ban. So yeah, more or less this Chicha is going to the farm lane. Fate went out for the side of OP, Sulia picked up. So I think OP's idea is we just want to have good team fights and like try to win DRG with advantages gained from team fights with huge AoE CC. So Xiaohu Dun and Cao Cao, yeah. So that was based on the bans we saw earlier, and from what we understand of DRG, the Chicha mostly goes into the hands of Menglan. Because when Chicha first came out in the CM version, Menglan was the first few to rush for a top 10 like
CN server title for the hero. So 夏侯惇picked up and Cao Cao. OP last pick was the Ge. Pretty balanced 50-50 draw from both teams. So we'll look to see how they execute. Based on game 2, we do know that OP does have the potential to fight with KPL S tier teams. So today is actually for the global audience is APG Shishan and Nova Shen's birthday, so I guess their birthday twins. So if any of them are your favorite players or favorite teams, you okay go and I guess drop a nice comment or encouragement for them. That'll be very sweet of you. So very super. What? For people just to clear one. To speed clear the jungle. Oh my god. Fire. Yeah, he's dead. First blood over to the hands of OP's. And we're back, sorry. The streaming platforms crashed on me. Zhao Tian has the red buff. So very good tempo for the side of DRG. They stole a red and they got the neutral objectives taken. Oh. Wow. That was very sharp and decisive.
得很细，它是慢慢的往墙边摸过去。我们上点视角看，你的波视野它是能被发现的，但是这里的 Q 波都脏，都自己的 Q 的。花园啊。Okay, my thoughts are that 花园 didn't really track the timing of like how fast Kaiser would be done with the red side camps and come over to him. But the rotation should have been clear already since the first like he started blue path towards his red and will catch you. But stop loss for DRG because they managed to take the Tyrant and they are more or less going to clear the board T1. Yeah. So that's actually a good trade, I guess. Good trade, good. Maybe you don't die. Well, cleaner. Yeah, OP is doing quite well for the third game also. Three zero. I wouldn't be so confident to say 3-0. Yeah. Anything can still happen.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se teams are not that like don't have that much of a skill show, but 3-0 or not, we shall see, okay? So far the lead is in the favor of DRG lah. So that's what I have. Yes, we just watch the game and see. So okay, a good thing about OP is that they do know how to trade losses and try to mitigate stem the bleeding of the economy against KPL teams. Maybe just some micro decisions that they have made really like the positioning from the Tempest fight into the game. Other than that, they are doing quite well. But that means the 8-minute Tyrant OP doesn't have much of a lead. So by right, the advantage for 8-minute Tyrant goes into the favor of DRG. Because they are already bringing out the side waves, especially the bot one. So that's a guaranteed bot T2 gone. And they have the first river control. Yeah, should be a speed rush.
就是打野的边路是比较均衡的经济，而 OP 这边是技巧满的经济明显领先于日半的这个凯，就上野加起来其实差不多的，对，上野加起来差不多。但是经济分配上面 ，OP 这边技巧满经济会更高一些。这波还要玩半途啊，但这波 DRG 线清的很快啊，二塔肯定要给了，如果不回来的话，但这波 DRG 完全可以有机会逼你回高地啊。主要这个换半途换的不是一波线啊，DRG 早了一波线，所以下半途的这个线还可以回防，相当于就是 OP 白掉了一个二塔。是的。Side lane pressures being applied for OP. Both their side lane T2s fell at 9 minutes. That's not very good for them. Yep. 10-minute Tyrant is in favor of DRG. Even if river control goes over to OP. So let's say even if OP still insists on taking Tyrant first, DRG can just bring out the side waves for the case of Fatih. Fatih's side wave pressure is better. Oh, 1v1. Solo kill. Unbridled outburst from the Zhang Fei. And the Tyrant easily goes over to the hands of Forsen DRG. And this is very clear, like clearly very sharp from OP. Since we are down a member and we can't contest this Tyrant, let's just trade for the Overlord. So they can still sort of drag out one lane worth of pressure. Not a bad decision making from OP, I feel. Yeah. Where's the Kaiser there? He still wasn't near. Oh, yeah. A lot of, I think they got a bit shaky from the Tempest, the 30-minute Tempest game for OP. I think that was the first time they've ever had such a long game in a professional series. So maybe like they are a bit nervous now, or like this is match point, some decisions are a bit shaky. Of course, KPL win another level. Yeah. I guess for us, like long-time viewers of KPL, we just want to see like how certain particular lower tier teams can hold their own. Sure, I mean, if you win a small point or a series, that's a bonus. It's always about learning and improving as like a whole HOK community or esports system. Spike man. Because there have been occasions where like lower tier teams won against KPL like last year's Challenger Cup. Because it is possible, it's not impossible. And we have seen some like KGL teams when they get promoted to KPL, they do quite well actually. Like there used to be XYG, one of the dominant units in KPL last time. But now recently they've been relegated to KGL.
They have to fight over this 14 minutes, Tyron. They cannot trade already for the set OP. The longer this drags, the more comfortable it is for DRG. First, your Fatih is more or less. Yeah, your Fatih can more or less heal quite very high. Okay. Cause which team do you want to win? I prefer DRG in this series. Definitely DRG. Wait, let me check if the Toon should have smite here. Wait. Yeah, he had smite. What though? This shouldn't have happened. So Menglan's Chicha has full build already. This build y'all can use in global when it comes out on December 16th. So if I'm not wrong, Menglan here he can sell one item for Sage's Sanctuary already. Should have enough hope. Why Zhongfei? Umbrella Albus, okay. Still can escape. Still can tank a bit. Wait. Why is the Chicha alone there? Miss Zhang Fei and Chicha sort of entered the game. Okay. Fatih being the broken hero he is. Crucial tempo from the Mai. Okay. Super Minions. Can they cut? Yeah, it's. I don't think Korea and Yuma can defend this year. They can. 45. Let's congrats Fosun DRG. 3-0 into the top 16 of this tournament. And sadly, OP, One Piece, going home as top 32 for this single elimination best of 5 series. But they did hold their own, so kudos to them. We hope to hear from them in the near future, and we wish them all the best. So I feel the MVP for this game is either the Mai or the Party.
I mean, which team you want to be champions? Okay, for those that know or like have seen me around in the YouTube chats, I am a huge Wolves fan. But obviously, the majority of people support like AG, which is the most global audience favorite team blindly. But yeah, if I want the champions for this KCC, it'll be Wolves, and it'll be a best of 9, which is very interesting. Yeah. But I'm just mostly here for the fun and games of just watching and enjoying the tournaments. Yeah. Anyway, set OP will now hang up their medallion on the wall. So far this will be the 5th medallion placed on the Challengers Cup wall. So the trophy for this tournament is called the Tiger God Trophy, 武神杯 in Chinese. So OP will sadly say goodbye to that 2025 KCC knockout tournament, knockout stage tournament run. So for the next series of the day, we have, after this there'll be quite a long interview with Watson DRGs as they are the winner, and there'll be a short montage and interview with OP. So I'll try my best to cover the interview session. I may miss out some crucial points, but I'll try to summarize it for you all. For opinion, MKL can fight with the can fight with KPL. MKL can fight, of course they can, but I feel okay for the MKL teams. They are here to learn, and they won't meet KPL teams until the top 16. Yeah, at this rate. So more or less, if let's say for the bracket of Homeboys Black Shoe Esports versus, they'll be up against streamer team Sangjie. So let's say even if hypothetically they win that best of 5 against them, the next match will be a best of 7 against Changsha Taobo Top Esports, which is a KPL team. So in the scenario of a best of 7, if Hiropu and we use Homeboys as an example because we already know their next opponent will be Top Esports if they do win the series. So let's say that happens. Will their hero pool be limited, and did they really manage to train enough for the best of 7? So, and in this case, JR is the clash trainer, not Gui. So I say maybe take a game off KPL, but I won't say win the series, win the best of 7. Yeah, so MVP for this game is Zhao Dian Smite. Crucial crowd control and tempo. A KD of 3, 0, and 2. Q participation not very high for mine with 55%, but the damage taken, damage dealt is 27%, which is quite important for a carry mid lane. So I guess he mitigated it in a way. So this is the first person point of view of Zhao Dian's mind. Next game will be between Guangzhou TTG and Qingjiu, both KPL teams. I'll try to cover all the matches today. And maybe tomorrow I'll see how, if I
if I'm going to go live on this channel, because there will be official broadcast for the KIC teams, so I do not want to like, I do not really want to stream if there's an official channel for tomorrow. I rather you all go there and watch and support the casters. I think Sagi will on this. I think Sagi and Kin will be on this. And so I think what I want to look forward to for the Qingjiu versus a bit of forecast for the Qingjiu versus TTG match is that I think I don't feel it will be a 3-0 because it's both KPL teams and both rosters have made some swaps here and there. And from what I have, the recent news or like sort of observation is that TTG's roster is still gelling, so is Qingjiu. But their performance isn't like so ideal based on the most recent tournament,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Esports Series. Though it was on yes, they can cost last yes, they can cost last yeah, that okay. That is an interesting comment, yeah. Mix. Yeah, Nova took one game against TTG, so we have to respect that too. Okay, so between Qingjiu and TTG for the next match, I think TTG might win, but it won't be as clean because of the new roster and their performance recently wasn't ideal. There's been a lot of swaps here and there between KPL teams throughout the seasons. Yeah. I think it should work out. Yeah, definitely look forward to seeing how the KIC teams perform against KPL or we will take it one step at a time as global audiences, I guess the streamer team and the academy team and the KGL. So one step at a time, win that best of 5, then we move on to a best of 7 against KPL teams. Yeah. So we'll now throw back the time over to Sky to interview Zhao Tian of Fosun DRG. So we feel that the pressure and threat from coming from the national tour team OP, our opponents for the previous game was very high and they were very daring to like
very aggressively fight with us. So do you like this type of format of single eliminations all the way to playoffs? Yes, we do like this. I feel that our team likes this like format because it's very exciting and high intensity. 这个还得看后面调整吧。对，现在因为毕竟是单淘，然后压力确实也比较大。是的，有一定的风险，所以一定要。There's also a lot of pressure and we still have room for improvement going forward. With this being a single elimination match. 那波就是因为我们场上还活了一些控制技能比较多的英雄，然后到斩杀线的时候，大家一起把控制技能放了。那也就其实对面用到了祝福，拿到了盾牌在吃茶，你有感觉到自己被疯狂针对吗？感觉挺难活的。那把其实还好吧，看就是可能自己有点小失误吧，一直跟他1换1，其实我不用死的。So I made some minor mistakes during the challenges blessing composition of Dunshan, Cao Cao and Chicha from the side of OP. So I definitely have to still work on that, and there was a bit of pressure being felt like they were targeting me. 就每个位置负责每个位置的东西吧，就比如说，射手负责后期指挥，然后进野去抢资源的话，可能是我们中野。So I think our team is very clear cut on our decision making, and like we all just do our part. Like the jungler is in charge of calling for invades. The farm laner Menglan is in charge of calling for like turret pushes and like who should we aim for in the later part of the game. So as a team, we will just take it one step at a time and focus on what's coming up next instead of aiming too far into the champions. So Sky thanks 早点 for his time. 对于佛山第2季来讲的话呢，作为一支挑杯全勤的队伍，其实他们的目标，我相信他们肯定是不止4强，希望他们在挑战者杯当中能够拿出更加平稳的表现。这个话呢不会由自己来说，希望他们最后由成绩来体现。是的，今天也是拿下了一个不错的看门红。虽然说在后续的2局里面有一些曲折，但还是拿下了。我觉得也算是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进步吧，是能够更快的让家宝适应到这个赛场上的节奏。So it's quite an improvement for Fosun DRG to have let Jiabao, the new jungler, harmonize and gel in well with them in such a short period of time. I think looking forward into the future, we'll see a better form of Fosun DRG. 确实感觉到非常遗憾的是，第2小局他们没有成功拿下一个关键的小局的比赛。其实对于他们个人来讲的话，那个被翻盘肯定是会有点难受。而且其实从第2局赛后的语音能够听出来，他们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很低的姿态，但是在局内表现他们是打得很凶的，形成了一个其实巨大的反差。就他们一直是保持着对对方的一个敬畏之心，慢慢的去学习，慢慢的去碰撞，以及说我们赢下1场就可以了，我们这个任务是完成的。其实这局内的摩擦其实给到了第2季很大的压力。对，就对于他们来讲，保持谦虚学习的心态呢，这个跟他们的身份跟他们的履历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但是从水平上面来讲，我相信他们肯定是也很相信自己。至少从局内的一些表现就能够看到，很多波打得非常主动。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So one thing they like, the casters liked, or like analysts liked about the OP team is that they took a lot of initiatives and were daring enough to like showcase their mechanical prowess, even when facing against a KPL team. So in terms of match in-game pressure and stress, they actually gave Fosun DRG quite a good showcase. So isn't something that we should look down on lower tier teams. They definitely have done their best.
within their best of abilities. I think that also applies to global teams like PKIC, MKL, PKL, IKL. I think going on into the year 2026, we shouldn't like underestimate any teams or like feel that this team is undefeatable. But rather respect each and every opponent, especially for those of you going professional. Like just respect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r opponent. Take one step at a time. Be humble and really refine yourself. That's how you can go far. Like even if let's say you're facing against the last seeded team of your open series, or like against the last team of your league, I think you still have to prepare and like really understand, like let's say their hero pool, or like their power bank, like let's say they're Asia top one of, let's say, Fatih, and really make such considerations. That's a way to improve as pro players, even if you're against lower tier teams. Because maybe there are some things that you can learn that you did not already know is a strategy or like is applicable. So we'll hand the time over to Sky to interview the player of OP. So we felt that we can learn from the cable teams like how sharp and decisive their positioning is during team fights, and like the flank angles and how they abuse the use of space control during team fights, especially in the later part of the game. So our use of the challenger blessings can be more or less explained as Chicha being a very pyro meta hero, so we wanted to get the control and guaranteed pick over her, and Lupin Master as a sort of bait and serving as a ban slot for Sun DRG to not be able to pick it up, as we know that's one of their winning strategies. So since it was a long and arduous 30 minutes Tempest game, despite losing, we all know that we did our best that game, and we do not regret or like have any lingering thoughts about losing the game, and we just encourage each other, and just when we went back into the waiting area, we just quickly recapped and do our best. We wish the other national tour team this tournament all the best, and we hope they win their series. And we hope that we will do better in the near future and come back into the KCC next year and leave no regrets. Thanks for your time, farm later of OB for the So we will have a short mini montage for the players of OB.
出到 DRG 的时候呢，是非常激动，压力也非常大，毕竟是 KPL 的老牌前队嘛。但后面一想，反正打谁都得打，每场比赛都当最后一把打。挑战者的话，就是我们肯定不会畏惧强敌的，然后敌人越强，我们就越兴奋嘛，努力把自己的东西打出来。输给 DRG 之后，肯定很难会有心情，但是要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把希望自己还能来得更好。输只是一个小时的，不是最后的终点。So we have about 8 minutes to the next best of 5 series. This is a rolling schedule. The next match will be between group. Where is TTG? The same group 5, Guangzhou TTG versus Tongxiang Qingjiu Q9. So winner of this match will look forward to facing Fosun DRG in the top 16. So here are your brackets for those that haven't already seen or been updated about the brackets. Yeah, so we have about 3 more series today. Qingjiu versus TTG in Group 5, SYG versus Wuhan Estar Pro in the 5th group on your left, and lastly Chongqing Langdui versus KSG 5 game the 3rd. So the clash of KPL teams, we have 2 today, the second match and the last series. So we'll be right back in about 6 minutes and 30 seconds. Grab your drinks or just stay on, have your lunch if you haven't already. Quite good.
And now we're jumping to the next match of best of 5 series. KPL versus KPL. 同乡清酒 versus 广州 TTG. So both teams have made quite a few roster swaps, and we'll dive right into that in the player introductions. 所以 both teams are on the same tiering of competition. For this best of 5 series, there will not be any challenger series. 是的，就是拼的就是硬实力，对，你的 DP，你的英雄池的深度，包括说你选手的硬实力怎么样？没错，我们看到了一个这个双方战队挑战者杯交手的情况，两支战队在挑杯当中可以说是非常的有缘啊。在24年的挑战者杯当中呢，秦九是 So this is their head-to-head matchup over the years in terms of the Challenger Cup series. So Team Jiu had a 4-0 coming to a 1-2 for TTG and 2-1-2 set of Guangzhou TTG. 局里面秦九其实拿的也非常的多，而且两个队其实在挑杯非常的有缘分。他们其实我去看了一下，24年的抽签图和今年的抽签图，他们在同一个半区、同一个地方，非常的有缘分，都是在上半图右上角的第2个组里面。而在挑战者杯当中，这两支战队还是有着非常深厚的羁绊。对，就从23年开始到去年24年就是14，是 TTG 2-1。去年的话是 TTG 一场2-1秦九，去年秦九是在淘汰赛 So it used to be best of 3, 他们又在32计时的 we call it best of 3. 是的，这两支战队在挑杯当中真的碰过这么多次了，所以说彼此之间都非常 So they are quite familiar with each other in the Challenger Cups, like Challenger Cup way of thinking. 也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变化，这个我们等会儿来聊。我们来看今天本场嘉宾的预测情况。 So 是看好了同乡秦九，北生老师 teacher Fei Sheng is the only one supporting 同乡清酒 in this best of 5 series. The rest of the 19 guesses are supporting Guangzhou TTG to win this series. 对，今天看北生老师怎么去单挑众人了。其实对于这两支战队他们的一个纸面实力，包括我们看到过往交手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同样秦九我觉得理应得到更多的支持，但是也要考虑一个变数，就是人员上面确实有一些变化。 So there has been some changes in the roster of 同乡清酒. Wu Xuan, the substitute clash laner for coming from 重庆狼队, Shen Dian from 长沙滔博, Jiu Han, the original mid laner, Mo Leng, also a good farm laner, and Nan Feng, the roam. So as they walk in, here is their recent records: 25 summer 2025 KPL
top 8 to 2024 spring and summer runner-ups for KGL. Number 7, sorry, not runner-ups. 2024 summer runner-ups, 2024 spring number 7, and the 8 national tournament champions. This is their third time in the Challengers Cup. And for Guangzhou TTG, we can see a more or less similar roster with 罗布 from Suzhou, currently Kuaishou Gaming, Jiaxing, Sunrise, Crane, and Snowy, and led by their veteran bomber Ato from the. One iconic thing about Ato is that he represented the China team in the Asian Games 2022 HOK series. The TTG full roster, yes. So 罗布 is Reddish, his English ID, Reddish from Kuaishou Gaming previously, Sunrise, Crane, and Snowy, and Ato. So for the side of Tencent Qingjiu, actually they might have more synergy problems with a bigger roster slot recently. And the new coach for Guangzhou TTG, not really a new coach, but he finally came back to TTG, is Feng Jun. And Jose is not with them anymore. So since there's no challenger blessing for this series, there'll be a true brawl and powers that, from what we have seen from both KBL teams, the last time they faced was quite a while back, and both teams were involved in the KBL in both times. And also with that, this new TTG roster has lost a bit of lore. Is that there used to be this iconic 5-man, but everyone slowly started leaving TTG. It's called 千九不清兵. So Qing Qing, you are familiar with Qing Qing, the retired jungler Buran, very good LAN player. His LAN was super spoken. I think he had 2 pentas. And Joey Fox, the original mid laner for Guangzhou TTG. Farm laner Qian Cheng, who's currently with Shenzhen DRG. And lastly, Romer is the Bing Chen, more or less semi-retired in a way. I think he's still on the rosters for a team. But now we are with the new 5-man of Guangzhou TTG after the new offense. Reddish, Sunrise, Crane, Snowy, and Ato.
What team is playing now? Guangzhou TTG versus Tongxiang Qingjiu, which is both KPL teams. With huge roster swaps from both teams, so it'll be interesting to see how they perform. So the main shot caller for the side of Guangzhou TTG will definitely be Ato, a veteran KPL player, notably seen in the Asian Games 2022 HOK roster for the China team. And for the side of Tongxiang Qingjiu, I'll assume the main shot caller will be, yes, 2 KPL. Tongxiang Qingjiu, the main shot caller should be Shang Tian from previously from Chongsha Tao Top Esports. So Tongxiang Qingjiu's coach is still Vivi, few seasons ago all the way until now. Very nice coach, and yes, she's quite good. And then for the side of Guangzhou TTG is Coach Feng Jin, who is back in the roster. So I think the main question of like moving on to draft will be more of like what are both teams willing to give to the other side, especially roamers, because in professional play roam choices there are a lot of roam choices, especially for the CN side. So 苏烈有空空儿，有盾山，有太乙，有鲁班 master，有张飞。The options are very wide. So your 苏烈 also, 苏烈牛魔, so many tank junglers that can come out, and like there's not enough bans. So you must be willing to adapt, find a way to counter the enemy draft. Like even if you draft something weaker, you have a game plan or like something you're comfortable to do play against a certain command. So I think an iconic comp of Guangzhou TTG for a few years now is the Lupan Master combination. And Ato's Lupan Master is definitely a very high master. So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about like KPL, HOK, or like just esports in general for HOK scene, you all can just feel free to leave in the comment section. I'll do my best to reply you all. And the official gaming phone of this tournament is IQ50. Guangzhou TTG on the red side, Tongxiang Qingjiu on the blue side. First ban, first pick, over to Tongxiang Qingjiu. Ban out the 苏烈. Dunshan. So Dunshan ban out is more of an angle for Guangzhou TTG to go towards the Lupan Master combinations. So both coaches are very aware.
if you ban this, what is the framework or angle that you're going for? Normally, ban sort of to tell a story to coaches of what you are aiming for game one. So Kong Kong will ban out for the side of, oh no, where's the stream lag? Okay, it's the streaming platform clunky. So Cat Boom picked up for the side of Tong Xiang Qingjiu, a very good priority pick that rarely goes wrong in the sense of the China meta. So Cat Boom picked up. Dia probably Ali, but in this case they went for Keya. So they're willing to give you the Ali. So even if you do pick up the Ali for Snowy, Keya and Dia do counter the Ali in the late priority matchup. So Nerza picked up the new revamp Nerza. For those that do not know, in China meta, it may come to global soon, but that S3 is basically your current. Your skill 3 is your current ultimate, and the skill 4 is a true damage AoE burn review of the opponent's vision across the map. So Haiya picked up to kidnap either the Nerza or the Tai during temple controls over neutral objectives. Very good. Haiya pick from from the side of Hangzhou TTG. Both coaches so far the drafts are very even, and they have managed to sort of like read the minds of each other. So Ao Ying ban, Liu Bu ban. So Byron picked up for the side of Guangzhou DGG because 2 damage from Ao Ying and Liu Bu will burn Byron, and Fatih does well against Byron actually. So Meng Tian Auron ban for the side of Tong Xiang Qingjiu pay. So they do not want to give you a beefy frontliner with priority over with high rapier. So as expected, Byron picked up for the side of Guangzhou TTG. First pick Garo. The side of Tong Xiang Qingjiu and Charlotte. And they locked it in. Oh my god, what the? I don't like this first pick Garo in best of 5. Like, I don't think it's a good pick. Oh my god. Garo first pick. Okay, Jing picked up for the side of Guangzhou TTG. So draft wise, I favor Guangzhou TTG over Tong Xiang Qingjiu. Because your Haiya will just use her ultimate on the Nerza, and then your Tong Xiang Qingjiu is for carries them. Glyph will not be able to do much tanking. So Nerza is the only true tank for the side of Tong Xiang Qingjiu. Once Nerza is gone, the side of Guangzhou TTG is quite comfortable. There's enough sustain, there's enough damage, there's enough AoE crowd control from Guangzhou TTG. So in this case, the draft is more favorable towards Guangzhou TTG, a 6-4. Unless Tong Xiang Qingjiu can really drag to the way late game. That's about a 17-minute power spike.
他们如果真能就是预判到前面划线做一个抓对圈，如果真能抓到，那前面其实 TDG 是很容易能够建立优势的。是，或者说 TDG 有没有可能像格亚这种英雄，他直接暴中中开，然后之后再去追这个对线？主要是我觉得海月琴线是一级是比格亚要快的，就是没必要一级让格亚走中路。如果他 TDG 中路是个什么女王真机的，格亚应该会走中去拿状态。海月的一级过中速率也非常快，是的。就是要看两边的一级开局怎么样进行一个部署。So they're loading into the hero squash. So let's give them a while. 一个磨合期没有那么久的队伍，他们的一个阵容的话，各个点都有自己的一些出节奏的能力，然后角色也不太依赖前中期的一个节奏。这种阵容对于一个新磨合的队伍来讲，相对来讲难度会小一些。而且我一直其实夏季赛的时候，包括联盟的阶段，我们其实都能看出，神殿这个选手他个人性格是比较有点急躁的，对，他玩到格亚中路的时候能不能沉稳得住？万一就是开大招，有时候是 So both coaches shaking hands, and let's dive right into the first game of the best of 5 series between 同生星球 and Guangzhou TTG. Winner continues on into the top 16 and will fight against Fosun DRG, loser goes home. Here are your draws for the first game. 神梦西和哪吒的强度撑一撑，就前期尽可能不要崩为主，不要拖夏洛特和伽罗的一个经济。他这个阵容啊，后期拖压力是非常小，主要后期伽罗这把确实很无敌啊。Okay, so the idea behind Garo is normally the armor shredding or like the long range poke potential scaling into the mid to late game. But on this hand, I guess the idea conceptually is to shred the Byron because of the, as you all know, Byron has a very fat shield and Pure Sky is kind of an issue. So both drafts are quite even. I'll leave the time over to the casters and I'll chip in once in a while regarding decision making or like certain plays they could have done better. So your kind of news. 这就是没有换线的时候双面劣势。上半图吴璇这边被罗布打了很多的状态，这样双面契机就看不了了，只能说看什么技能能动起来。这样其实是很亏的。支架还被海月拿了，而空间之灵估计也看不了，因为夏洛特残了。这样其实就暗暗防御吧。这样的话，两边的资源全都是广州 TDG 拿到。对，前期的小资源。So both neutral objectives in the early game has went over to Guangzhou TTG. 是的，下路3个加成了2个，而且烧鸡、狂电石肯定可以自己拿的。然后等到中线再一过，经济差基本上就来到600的左右。那这样秦九前面就一定不能出事，你既然已经选择了不换线的情况下，就一定要安稳慢慢发育。哪吒这边应该是开了一个选择视野，照了一下，看到上随的头上。So yeah, as you all saw, the new ultimate from Nerza technically opens up the vision for the whole map. Pretty smart. 清王线才能到，所以说这波赫夫肯定是不会来支援。这一边九寒的回来的位置就被卡了，线已经被他喷了2个，对，第3个。And he missed out on 2 minions because his positioning was cut off. He was frozen off from the minion wave. 这波加金想得很清楚， Yes. 我就算先开大招杀不死你，我也能够让赫兹是完整的出现，但是你回中肯定是要被卡。其实刚刚秦九做的好一点就是直接3个人，他们可以保护着神魔系传到中路去，因为他们正面的人多了嘛，TDG 是只有2个人，但是很明显第一时间挤过去的视野不够凶，神魔系回来的位置就又被海月卡，其实还是源于前期没有把线给换过去，对，导致你双边都是一个裂线，本身线上就是裂线，所以夏洛特也没有办法把视野挤得太深。赫兹在蹲。吴璇应该意识到，因为中路海月和这边都失业了，中路中线给到进来后线，吴璇想卡第一个兵卡掉了，看一下阿豆的第一视角，对线确实只要就是格亚和上随这边不着急，他们随便打，就注意对方白来抓就行。他们也在线上尝试
想办法去稍微卡线，就秦九这边得小心 TDG 靠拢红蓝运营，这不直接来给上离开野，大招给自己，闪现也得交，什么情况全火了，闪现还是交了。这样的话，3分半的时间逼出了太乙的。So a very Tyrant should go over to the side of Guangzhou TTG because Tai doesn't have ultimate, he doesn't have flash, and the amount of damage and double smite from Jing gives them the early game tempo. They're just trying to hold the pressure early to mid game so Garu can scale for the side of Tongxiang Qingjiu. Yeah, this should be a very fast Tyrant for Jing. Put into the domain. I think Cat Boom will die here. Very clutch, okay. Ayo. So first blood over to the side of Guangzhou TTG against Tongxiang Qingjiu. Shendian's Naza. Okay, and just invade your move because there's not much you can do, and it's a full damage. So with that, one Tyrant, one kill, they got a lead of 2k gold advantage to the side of Guangzhou TTG. 加上本来将进攻性比较强的打野，再来看一下这波是赫兹的闪现大招传了起来，然后近开启大招换位，把战场固定在了这片区域，然后第一时间所有的发全都集火在了格战身上，而像牛这种英雄没有一定的经济支撑的情况之下，他并不是很弱，是的。这样的话，一波团红蓝全反，经济领先2000，罗诺又把位置卡住，这位置很危险，中心位置很残了。海月不敢过去强拉，这毕竟是一个入皇的成本比较高，对，但这波可以继续反磨。So it's a tank Baron that's not much damage. 飞过来了，状态很好了，但是白月已经拉了一个进去，是层面小姐还在输出。这一波想压这个起身嘛，太乙过来接，这波接还可以，炸到了牌，反手。Oh, Charlotte. Oh. 这一波阿道也到，再去追击。稍微进的有点深了，主要是第一时间加星没吃，然后秦九这边直接把场开下来，特别是神殿的这个子弹直接是飞了近，是导致加星第一时间只剩下1/3的血，没状态继续去打后面的团了，而且刚才能够感觉。And we are dive right into a boss from Tongxiang Qingjiu. So give them a while to settle the tech issue or like any network issues. Just be patient and give production some time. 这个其实就说明南方他对于整个的团战是有一个提前量是有一个判断，而且当时也是看到各亚把这个大招给交了，所以说这波判断对方可能性都不在的情况下，秦九这边完成了一个反打。是目前比赛呢出现暂停情况，工作人员正在处理，请稍作等待。轮回比赛，其实刚才的这个局面之下，我们看到 TDG 虽然说进攻非常的高猛，但是对于秦九来讲，他也是能够在其中找到一些破绽，并且予以反击的。其实这一波给同向秦九缓了一大步，对，本来就上一波是暴君被打，一血被打，然后红区蓝区全都被反，这波是在自家的红区打赢了一波团，是解了一大步坑。其实像南方他刚才太乙的那一波团战，也是南方经常在之前 XRG 比赛当中所能够贡献的一些画面，而他也是一个经常能够找住机会去抓机会反开一波的这种选手。这其实也是 TDG 想更进一步扩大局的同时，也面临着风险嘛。对，只能说被同向秦九给抓住了。看一下 So we'll dive right back into the game. 现在是缩短到了1000左右，而且人口刚刚是给到了加鲁，这样的话，同样秦九的双面的经济。So actually, in the sense of tempo, currently, despite it being too direct sound for the side of Guangzhou TTG,
Right, they took 2 turrets, but the advantage is sort of in the favor of Hong Qingjiu with that double kill. First, Guangzhou TDG has to end for the 16-minute mark, as I was saying earlier. You let the Garo skill, you have shield, she breaks shield, so she breaks your highest shield, Byron shield. And her long range poke and continuous damage is quite annoying going to the late game. And your healing is not much because by then, Nerza is a natural anti-heal, and Cat Boom should have venomous stuff already. So a lot of anti-heals would have already been built up for the side of Hong Qingjiu. For 1-3 super wolf and you get the red buff. Oh. They have full timer tracking on the side of Dongcheng Qingjiu's junglers, so they can just invade the blue, more stable gameplay. Jing's blue was about to run out at the point of time. Then they take the tyrant. So now we will see how fast the snowball tempo will be for the side of Guangzhou team. They are still on a ticking time bomb technically. They should back off here because they can't really do much. They should try to get the Tyrant river control. Bad mistake from Dongcheng Qingjiu to drop the ball coming to like 10 minutes. Alright guys, I have to stay muted for a short while. I will reply any comments or things you have in the comment section below. If you all want, you all can stay around, I guess. It might be quite a long wait before I can unmute, but I'll try to reply your in the comment section below. Thank you.
势。再不过去的话，龙王就要被抓了，4万的血量。是的，要拼了，沈梦溪给一个大招。但是伽罗的位置也在不断的点人，龙王还是小雪成功拿到了。给他大招想留太乙，他也是没闪的，给错了个手湿了。要压起神，金色位置先救了一个太乙，而且这边伽罗的位置也被压住了，伽罗也被阿道给击杀了。在这波接过来，哪吒的位置没有办法搅动后排，都有风暴龙王的盾。海月又把夏洛特给拉进去，哪吒在团战当中扛不住小雪的伤害，率先倒下。海月还拉了一个进去，竟又在下半途把沈梦溪给击杀。兵线进来可以点掉水晶，让我们恭喜广州 TDG。这局比赛 TDG 通过自己强势的中期，成功结束掉了比赛。中期的 TDG 打得太好，而且嘉欣这一局进确实强度真的高。好的，我们也是抓到了阿豆，今天也是你们挑杯的第一个小局哈，打下来感觉怎么样？比较焦灼啊。对，今天就是感觉双方都准备得很好吧，然后对面也拖到了后期。对，对面拖到后期的话，这个伽罗是不是让你们比较头疼呢？对，因为这个英雄现在很少见到了，然后到后期确实比较厉害。但是我们看到你们当时去在风暴龙王之前去拿了那个主宰放在下路了嘛？当时你们那一波是怎么去讨论的呢？我们本来不想抽到风暴龙，想打这个主宰团终结的，但是对面跟我们打了一波，我们就风暴龙的优势了。好，那接下来的比赛有什么想要对我说的吗？加油干就行了。好的，谢谢阿豆，快去准备吧，谢谢。其实我看到阿豆的这种笑容，就知道他对于整个场面的局势的把握。其实虽然说他说了对面给他造成了比较大的麻烦，但是能够感觉到他还是非常自信的。对，以及最后他采访的时候说到，就是我们内部就是不准备打龙王团的，所以说他们选择把这个暗影之境放在了下路，就是要决一死战的。对，有那个10%的一个免伤，不然绝对是会把龙放在上面。那波接起来之后呢，打了铜像群主这边一个的吊点。那龙王上面有人数优势，接起来就也会更加顺手。其实一步一步之中，还是都在广州 TDG 的一个设计里的。我只能说，最后一波首家的时候，秦九自己着急了。对，他在第一波 TDG 其实开的没那么好的情况下，自己追了出去，导致他们掉了一个人，掉了最关键的打野，然后他们4-5想去看龙，然后又来的比较晚，犹豫了，龙王直接被 TDG 给抓了，然后被主哥击破了。其实对于 TDG 来讲，他这个阵容的留刃能力是特别强的。你一波团战要么接到底，要么确实就只能收着打。其实真的就最好是考虑前期的换线，不然前面也不会有那么大的一个兵线的一个劣势。它相当于是双边加3线全裂，中轴它其实也站不出去，只有一个3线裂。神魔姬我们一级能看到，它一级是清的没有海月快的，海月还卡了神魔姬转线的一个速度。对，其实主要是卡转线，对吧？中轴这个点我们一直讲，你不能光看中单谁清线快。其实要看中野的对抗和中轴卡位的一个能力，谁先能动起来。对，但你卡位的能力上面，明显海月这个点需要比沈梦溪强太多了。是的，而且比如那波就是海月到4的那一波，沈梦溪想帮完边路再回中，但发现位置已经被卡死了。对，导致中路被卡了3个兵。那种这个转线的过程当中，海月一技能本身就非常疼，然后呢，不断的他把身位站在一个你看不到他又能打到你的一个位置上。这种对于铜墙秦九来讲，其实就导致他们整个中轴的轮转，没有办法转好，那野区继而也就爆炸了。其实能看出来，前期广州 TDG 想的还是比很多的。就前期的主动性上面，广州 TDG 设计更多。对，这个其实我们往深层次去讨论的话，就是确实广州 TDG 这边很多选手磨合的时间更久，而对于秦九来讲的话，很多点我们真的只能依赖选手他的一些个人能力，还是要去根据对方的阵容去做一些临场应变的一些思路，对，不能太死板。可能这个换线的决策需要有选手成功的布置到，那究竟是谁去做这个赛前的开局的部署？这个其实是对于秦九来讲，好好在赛后要好好想一想。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第一把秦九选择这种偏拖后期，因为我们很难看到说B5的第一局选择伽罗的，因为他觉得这把伽罗确实很不错，对方的海月包括说戈亚烧死，他的手比较长，摸不到，是还有黄铁就面临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怎么能拖到后期？这就是一个
双向的东西。他就算是能拖到后期，但是在3路高地都被破的情况之下，其实你这个后期也是一个本身就带着大劣势的后期。而且我们也能看到最后一波狂野是一个人顶着4个，伽罗的蓝都 A 光了，对，狂野的复活还没掉。这版本的狂野确实太能扛了，不像以前的那种出装的狂铁可能几下就点掉了。而且萝卜这一局的狂铁，他的这个兵甲的使用也是真的非常的到位，每一次团战里面都能够去兵好几个前后排一起的这种3、4个人的画面，特别是上路高地的那一波，直接一个2闪找伽罗兵了4个，那波但凡闪现慢一点他就死了。是。本局的 IQ MVP 给到的是嘉仙制霸野区。嘉仙这一局整个的前中期做的堪称是完美，只有一波，他那波被哪吒飞了，没状态就不能硬反了。对，除了那一波之外，他这把没有任何的失误。但即使是那一波，其实嘉仙也没有倒。这局嘉仙，是一个进场型的英雄，完成了0死亡的一个方面太足了。是的，而且每一波在切 C 等对面交换技能，这时候找伽罗，抓住了伽罗，闪现了这个真空机，手落点，再换位，再换。直接带走。是，看一下他的第一视角，很有耐心。他如果第一时间上，对面是有反应的。对，他在等对面击我自己的队友的时候，自己再大招冲上去。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刺客，就玩野核一定不能着急。是的，哪怕等技能先交一交，这就最后一波。看到你人之后，先停手，走了之后我再把龙给 run 了。再过来去找一个没。闪现的太乙，这波小雪留的也很好，这个黑沙爆弹把人给留住了，然后嘉欣的一个进场就完成了收割。后续其实战场上面在有风暴龙王的情况之下，广州 TTG 就随便接了，是吧？我觉得对于铜像金牛来说是比较可惜的，就前面已经拖到了20多分钟，就差那一步，就那波。下路高地前那一波着急了，他如果不追上去，我感觉哪怕拖到风暴龙王出去打，他们5打5也是有机会的。是的，小局 MVP 的情况之下呢，嘉欣是5票全票当选。另外我们再重新说回到这个铜像晴酒这一局，确实对于他们来讲，选手个人能力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即使你看在3路高地被破的情况之下，广州 TTG 想要去终结比赛，依然是要费9牛2虎之力。他们推高地推了很久的时间，对，他们其实从第一波的。双龙一直空到了最后一波的双龙，其实才勉强的把秦九的3个给破掉，只浪费了就是用了很久的时间，非常的艰难。但是这个也证明铜像秦九这边各个选手的毅力、抗压能力都是不错的。他们现在可能需要想的是如何能够在一个没有这么大劣势的情况之下，达到属于自己的后期。就他这个后期，我觉得你可以接受小劣，你只要3路高地都在，这个团反打就是很好打。但是3路高地被破的情况之下，你的兵线压力太大。这其实就要看在第2小局，秦九会不会选择一套偏前期的阵容。如果他们选择一套偏前期的这种，他们该怎么样去打？这可能是得画一个问号的。对，这样其实你第一把大后期你也拖到了20分钟，说明你的队伍是很有韧性的。如果第2局教练要选择一个偏前期的阵容，不知道 TTG 该怎么去接招。就我们分析利弊的话，那对于铜像秦九来讲，他们前期的阵容主动性肯定会更多，但是也要考虑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彼此选手之间的默契磨合时间没有那么久。那你的前期阵容，大家能不能把节奏这种进攻打到一个点上？这个其实是给到秦九一个非常大的考验。所以说他们第一把就选择了偏大后期的包的阵容为主。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选骁龙痛快赢。第5代骁龙8至尊版现已换新登场，全面升级你的电竞装备，旗舰手机有骁龙更灵。对于秦九来讲，如果一直是这么被动的话，那确实你面对到一个同样进攻很强的 TTG， 你是很难真正在很理想的时间拖到这个后期的。那增加前期碰撞，也许是他们更好的一个破局方式。因为秦九其实自从他们就出道以来吧，就是他们一直是以前中期的进攻为主的，对，是打架为主的那个队伍。来看到这局选边，秦九选择红色方，而 TTG 在蓝方。这个看秦九在红色方能不能做一些合理的 counter pick。那刚才这局比赛的语音回放呢，也准备就绪了，让我们来听听看。需要我带你飞飞行吗？可以啊，你带我飞吧。
射手了已经。啊，第4了吗？第10嘛。第1射手是谁啊？啊，第1任射手13。666。我说这不进红口子了，兄弟。我着急，拉兄弟，别定位。你们着急可以狂烈打兄弟，别定位就行了。白马上线拉龙罩呗。接下来也太。我拉龙头打去，打去。飞我了，哪吒，兄弟，听我说哪吒。兄弟，骆驼下来很残，能蹲吗？骆驼，蹲不了。来，骆驼，能蹲。前去带中线，来推中。龙先把龙打了，先把龙那边冲上去。秒过来，留不了，慢点，看我兄弟。可以，赶紧，接，看我这边能留，兄弟能留。接下我来了。来，哪吒，骆驼没闪到，就打哪吒，兄弟。我这边能偷个猫。杀骆驼一波了，杀骆驼一波了，兄弟。一波，真哪吒伤害。真的，我感觉啊，队伍里有阿豆这么一个定海神针一样的老大哥型的选手，大家打起比赛来都是相当松弛。就听完这个内通，其实能感觉出来，阿豆是一个心思比较细腻的人。对，就其实你很难说，比如你去问一个选手，就打了可能有个5、6年了，你去问他，你经历过这个位置多少人的队友，一般人其实很难会去记这些东西的。对啊，他确实是说我的第一任射手是13是逼哥，对，这个其实说明他的心思还是比较细腻的。所以说，就对于小雪来讲，有阿豆这种关照，真的会让人感觉到非常的阳光，非常的温暖啊。阿豆，你这个说他是老大哥，但是他其实也是一个阳光大男孩，就是不断的在这种阳光关照之下，让整个队伍变得更加的融洽，变得打得更能拧成一股绳，在一个点上。他无论去到哪个队伍，都是那个队伍的一个气氛担当。是，无论是顺风还是逆风的时候，他总是会有很多话去说的，不会说可能就某些队伍在逆风的时候就没人说话，就是很寂静的那种感觉。这个其实我们刚才就聊过，相比于刚才DRG的他们的一个内通情况，那很明显 TTG 这边阿豆的语音占比是要更大一些的。是的，他们的交流还是比较放松的。主要我觉得是阿豆能够让整个队伍的氛围气压都舒缓很多。当然了，这也跟他们现在赛场当中拿出的一个比较优秀的表现是有一定关系的。就是你一直不断在打进攻的队伍，那大家肯定是会相对松弛，打起来的时候可能激动，但是你只要打赢了，啊，这个属于你的这个松弛的空间马上就到来了。也是因为 TBD 的，就除了阿豆以外的4名选手，其实他们都是有过磨合的，所以说阿豆的到来其实不会让他们的磨合成本有那么的高。对，就是很容易就能够加入进去，把自己的指挥的节奏，包括说跟教练的一个沟通，把需求提出来就行了。其实磨合的这个过程就很简单，你至少说技能的衔接配合这几个点，不用再磨太多了。特别是在我感觉射服对线的时候，感觉应该是能够让小雪很放心的。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你像这种萝卜的一些开团位，我感觉大家都跟得很好，因为萝卜之前的一些比赛里，他也是这么打的。来到第2局，秦9外方选红，看一下在红色方秦6的 counter pick。第1局其实就用到了一个神魔系，TD 这边搬掉了第1局使用过的狂铁。这把看像空宝鲁班大师盾山能不能放出来，盾山搬掉。那这把 TG 可以把空宝放出来，空宝鲁班大师 TDG 能拿一个。狄仁杰，就你给我鲁班大师还是给我空空儿，你必须得选一个了。从主动性的角度来考虑的话，放空空儿是挺恐怖的，但是 TDG 的鲁班大师又是一个他们非常熟练的点，所以这个太难抉择了。秦9应该公孙离加苏烈。公孙离，苏烈最好直接出了。哦，大司命。这个大司命是不是抢的呀？但是你这个大司命一拿的话，其实广州 TTG 的中单还是有不少的控制型的英雄，女娲真姬都可以出啊。对。甚至前3手都不着急，但后面还有像西施这样的英雄。苍。做对线，小乔点对点之类公孙离，这
直接就被针对了。是的。那算了，说苏烈吗？海诺打空诺尔的，那苏烈应该要被 ban 了。是。就苏烈、张飞、廉颇应该是这3个 TDG 的班位。关羽有公孙离班的，搬一些进场点。张飞没问题。橘右京。那如果秦九这边不选曹操的话，曹操也得搬啊。公孙离还是比较怕的。看一下 TDG 这边苏烈要不要搬，接场班位。橘右京、裴擒虎最会搬。廉颇没问题，3个音符全给搬掉。那现在对于秦九来讲，曹操最好抢了，是真的不好拿。少司源对面用过了。那如果 TDG 可以曹操加一个夏侯，我觉得是不错的选择，或者凯。只要正面的硬度足够就可以，然后配合像空儿的开船，这个曹操肯定是拿的。加上袁坦更直接。那这样的话就要看秦九5路的抗空位了。其实4路没必要抢这个少司源的，因为少司源对面也用过了，而且曹操是一个公共的英雄值，而且公孙离也比较怕，所以说最好秦九是要抢4路这个曹操的。那你这个曹操的话，你怎么去打呢？4公阵，这样的话就有点拖。这个阵容核确实太多了，4公阵公孙离，包括海诺，大司命的话，前中期也要顺起来才能站得住。那这把其实看来秦九还是要稍微拖一拖的。好在这把 TDG 他们的这仓这边也需要稍微发育一下，但不过空儿和小乔是能够接 combo 的，以及袁坦前面的战斗力是非常强的。对 TDG 这个阵容的话，表面上仓和小乔2个大核，但这个阵容前中期并不弱。袁坦这个点，他的前中期对抗性是要比大司命要更强的。是的，海诺由于这把对方的控制比较多的原因，所以说这把选择带一手净化，小乔、袁坦加空空控制太多了。这局海诺虽然说打空儿和仓都比较好打，但是也很怕被一波强开直接开死。就一旦说空儿卷到那一套，他进化没有带，直接被控死，大招开不出来，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出现的。这局 TDD 的节奏要更多的放在阿豆身上了。之前比赛我们看到4宝的那个空儿开的是不错的，看一下阿豆这一局主动性做的怎么样。这把阿豆会更多的跟赫茨去进行一个联动，就前面仓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个人抗压为主。看一下这把有没有换线的一个处理啊？对，这局如果不换线，感觉秦九的线也很多的不好对，尤其是发育路的一个线。好在空儿前面应该是前面走河道的，少司源如果抢无损的话，1级可能要去连体。是。看一下开局的布置吧，进入到双方第2局的对决。蓝色方广州 TDG， 红色方同乡秦九。大家好，我是解说海螺。大家好，我是北岛。
他就在对方前面了。对，现在 TDG 给的压力很足啊。嗯。哎，秦九过来压上半图。哦，秦九这边经济反倒还是领先的。是的，但是领先的幅度也并不多。要打这波蓝区吗？看一下经济，而公孙离前面一直是在吃双线，然后去拿了红的原因，仓这边在下路的经济不会那么高。这波蓝区应该是想碰撞的。看萝卜的位置，公孙离狂暴开起来，卷的还不错。司空震侧面也有一个进场的位置，但这波蓝还是反到了。这一波莫冷打得很凶啊！看到曹操过来的时候，直接有红 buff 追着曹操点。对，因为现在曹操的经济还不是很高。那这一波嘉欣身上没有蓝 buff， 他后面的整个的速率会受到影响。反倒是秦九这边在掉了一血之后，他们打得越来越整体了，很清晰啊。特别是莫冷这个点，因为公孙离加少司远一直是秦九他们一个招牌阵容。对，无论是从 K 甲还是说到最近他们在夏季赛的一个登场。上路要包司空震吗？晕，再接卷。司空震这波是没大招的，直接被秒了。这就是 TDG 打了一波人数差。是的，这一波阿豆突然的一个指挥发难，还是非常有效果的。但是秦九这边选择卡你回中的位置，而且公孙离是拿到红 buff 的，可以通过传送阵直接传下，但是中路的感觉有机会能推啊。大司命还躲了小乔的2技能，在慢慢的挤，但是挤的过程中也要吃到海诺的一个消耗。好在空华这边过来给压力了。是的，但中塔已经被磨了很多的一个血量，而且在挤过来的过程当中，状态也会被海诺给压下去一些。就秦九还是得小心 ，TGG 突然打这种一波节奏的变相，突然就放一波线，什么边路来个50抓，还是得小心的。他们变奏打得太好了。对，很明显能够感觉到阿豆他是有这种主观的这种开的一个意愿的。对，其实 TGG 现在也知道正面如果5v5打残的话，现在有点难以对抗，所以说只能选择这种去抓单的一个方式。对。方提速还是被嘉欣保了下来。小雪这把确实日子是过得比较苦的，前面一直跟海诺玩，他也没有很多的一个优势。对位的经济差其实是已经有一些，主要是那波一塔被推了之后，他的边线吃不了了，对，一直在中路去跟队友分钱。那你暴中吃的钱肯定是少的。但公孙离他毕竟很灵活，又一直拿红，一直吃2线，对，经济肯定是比仓高很多的。第2条暴君节点往前顶，要平城。这波选择直接给秦九了，两边打野都没交成啊。哇，好稳啊！主要第一时间感觉广州 TTG 也没有彻底的往龙坑里去挤了，只想过来看一下。对，这样的话再回去收红区，他们可能也觉得拼这个龙风险比较大。这样的话要等10分钟了。主要现在大司命吹一下，小学这波也没着急放大。直接被大司命给吸上来了，打得很凶，一技能往前逼位置。换状态的过程当中，其实 TDG 占到的便宜不是很多，主要视野也不能完全的挤出去。整个中轴的视野还是秦九会打得更猛一点。看到公孙牛的正面直接开，但效果不是很好，要反打了。小雪这波状态不是很好，必须往后撤。这波 TGG 开的是没问题的，因为看到公孙离在上路露视野了，但正面的大司命加少司源，太难扛了。小乔这个1技能被公孙离2挡掉了，那线也清不了。反进蓝区，要开始反扑了。嘉欣这边是有惩的，这波这挤过去不给你惩。对，没办法，嘉欣这个蓝只能给。这样来看，其实10分钟龙团 TGG 不好打啊，主要他视野没有办法对抗出去，而且现在就算大司命被空皇开到的话，伤害也不够。是。少司源能给大招的一个拆火，现在就是爆发不够。主要公孙离这个点比仓的经济高太多了。两边打前排的输出不成正比。圆弹蹲到了，挤上去，这波反了。还好能够撤出来拉回来了，但阿豆的位置就被九寒给击杀了。继续追，开启大招，伤害应该不太够。但这样的话，秦九可以回去开龙。10分钟的时间打了 TTG 一个掉点，主要还是差。射手的经济太多了，公孙离这边领先的仓1500。现在团战里面两边发育英雄的输出不是一个量级。对，前排倒是 TTG 也挺扎实，但是
而且吴璇这边第2件做的就是不祥，是的，所以说被迫的小雪第2件提前没做银刃，直接做了一个破晓。来看一下这波，其实应该就差1秒钟，公孙离的伞就消失了，而且这一波海诺也是在一丝血的情况下大招回去了，成功回去。能看出来这个大司命在往前面非常能扛，小乔的经济以及仓的一个经济是不够的。嗯，按照这个局面发展下去，感觉这把秦九只要不失误，大概率能够拿下。主要这把我觉得莫冷这个点发挥的太好了。是的，他4分钟直接拿红，早点当自由人，而且一直在给对方棋牌的一些压力。中路的2塔也成功破掉。TDG 的话，先来看这波萝卜点身开大招，开大吸点血，嗯公孙离换伞有红的，追点，点死了。哇，这一波想要去压公孙离的这个回伞也压不住，确实没办法。红 buff 再给到司空阵，这样的话可以继续打吊点，因为曹操不在的话可以先推。嗯，这波看 TDG 怎么守了。没伤害啊，现在伞往后面放，走一下，大司命继续吸，要回去开龙了。这段时间袁坦的伤害就变得没什么在团战里面的威胁了。主要前面那波抓海诺的一个吊点，是因为还是在前期，对，刚到4级的一个节点，海诺是比较脆的，一旦等。而且我们一直说了，小雪这把的经济是比较低的。嗯，现在想要翻的话，确实还是需要双 C 都把经济补上来。小雪和赫茨都需要有足够的钱，但是他们2个现在的经济其实是队伍里面一个3、4号位。看一下莫冷的装备哦，马上要准备做5进了。秦九经济领先将近5000，嗯，这个经济差非常大。5进做出来，走位都小乔的2技能，现在可以慢慢压了。主要是过来清线的时候还会被这个海诺一直飙，对，就很难受。上路兵线没有带好，这波其实秦九的兵线清的不是很靠齐，不过可以等后面这一波4条龙兵，嗯，最少要推一座高地，不然非常亏的。至少上路的这个高地是可以压的。因为他顶上去，不让公孙离点。海诺给大招交了，挂印记，上路高地点掉，转中，中路高地能拆吗？徐亮压得很好，应该也能拆掉。再转下路，哇，直接3高，这推的太轻松了。而且你看这波罗波的状态，其实他还没打就直接被耗残了。想一波进来了，死工人开大招，是落地找人，但是阿豆的位置状态已经有点残了，先把兵线给清出去。这波在团战里面，罗伯还是扛不住倒下了，不过还好换了对手的一个身颠。但是曹操一倒的话，看一下秦九怎么选择，还是比较稳的，没有选择继续压进，想蹲，因为他们现在是没打野的。公孙拿完红，是空空儿找，空空儿这波探的不错，加薪再往里踩，猜到了，是的，因为红刚刚是才消失的，想追想留吗？有留的机会吗？上边大招给个大招，但这个时候 TDG 得把龙波起来，因为他们是有打野的，感觉要是尝试去拼一下了。拉拖，因为秦九这边打野还没复活，那这波2边可能都要拼这个站位，曹操也得过来了。是的，拼的话最好就是拼一波，如果 TDG 拉扯太多的话，莫人想得很清楚，直接去点圆坦。对，嘉欣的状态被打得有点残，不过海诺大招也被打了出来。龙，如果再拉扯2万的血量是顶进去，来看龙是谁的，状态已经被打得有点残了，圆坦拿到了，但是正面团感觉还是不太好接。死工阵先倒，小雪一个1技能成功撤出去，但是罗波的位置要且战且退了，被打的比较多的状态。阿豆这一波也要被强留。虽然说龙是被嘉欣抢到了，但是团战秦九还是太深了。对，秦九在那一时间他们的一个角色应该就是打人了。兵线进来，这段时间面对这么多兵线的压力，莫冷这波倒下了，但是兵线压力太大了，点掉水晶，让我们恭喜同乡秦九扳平比分，将小局扳至1比1。
这把确实莫冷的这一手公孙离，我觉得打的是非常好的。主要是在整个的对线棋当中，他通过一些队友的小小的帮助，让他把经济给完成了一个压制，而利用这个经济的压制，导致中期每一波团战里面，其实双方在依赖后排输出的时候，后排永远是比你的后排多那么个1-2千的经济的。对，就首先是秦九这把想清楚了，一级让海诺一直走在发育路，然后让公孙离和邵思源去清中。后面每波让公孙离能够拿红更快的一个距离，包括说能够吃到两边的一个线，所以说加快了公孙离这把中期的一个发育，对，才会让他跟仓拉开了很大的一个经济差。你这局这么早就让红，其实这个也是对于这局比赛公孙离他地位的一个缩影。就是那波下一塔推完之后，我们能看到小雪的线。就每波都是不是吃的特别满的，只能吃就是3-4个人在一起吃的那种残留的经济，其实说一波线都是他自己吃的。对，其实我觉得小雪她这局已经做的还可以了，她很多的时候在面对到对方有红，并且有可能越他的那么大的一个压力下面，其实他也没有太多阵亡，但是你经济方面的这个损失是没办法弥补不了的。对，这就没办法。你说对于小雪来讲，她一个人，她也确实吃不了那些线。这局，包括阿豆几次在中路的一个开团，包括去，抓上，其实也是在一个局面稍微劣势的情况之下，找到了一些破局点，但是整体阵容伤害不够的一个问题，在中期渐渐的暴露出来了。主要感觉还是在中期，TDG 没有打得那么紧凑，因为他们上一把是拿到优势之后一直进野区的，这把是一直在河道。但是你又是一个空旷小乔加圆坦的阵容，我觉得最好还是要去打对方野区。这把其实变相的给到了秦九很久的一个发育时间，又给他们双边拖起来了。是的，这一局秦九的他的一个双边线，最开始我们看到拿的可能也是一个裂线，但是呢，通过局部的一个人数优势，其实是把公孙离这一条边养得很 C 很肥。对，因为如果让仓在下路跟海诺单玩，我觉得 TDG 对于他们来说是能接受的。仓本来前面就不厉害，限制住一个海诺的话，他们正面4打4是有优势的。这把的经济曲线，这把秦九拿到了中后期的一个优势，所以一路也是把经济给稳住了。TDG 的阵容到大后期其实还是强，但是没有拖到那么后期的时间。主要是仓一直落后着公孙离2000，是输出打先排的输出不成正比。看到一个数据的对比图情况，而且这把确实有着少思源的大司命，确实没那么容易死。很多波都能够奶回来。你像空空儿的一些强开团，其实不太好去造成掉点。这局九寒扎的也是非常舒服的，然后另外看到发育路的一个数据对比就更加明显一些了。主要是这把我觉得莫冷的发挥是非常亮眼的，也算是他的一个招牌英雄吧。是的，然后其实南风这边也是他的招牌英雄，在 K 甲的比赛当中，南风就属空空儿和邵思源2个英雄用的最多，所以这局比赛他既了解空空儿，自己的邵思源打的配合队友也是做得很不错。但本局的爱酷 MVP 还是给到了莫冷关键击杀。这局莫冷在一些关键团里面的表现，确实是可圈可点，而且也在拿到经济之后，他的压制力给得很足。这也不辜负队友那么早就给他让红啊。对，而这个红没白拿。这波就是一个涣散躲了很多的一个伤害，然后在边缘找到拉扯的一个机会。这波其实就差个大概1-2秒钟就要被散的时间就要过去了。这是越曹操的那一波，大招起手完成收割。对，其他人也没有扛太久。公孙离利用自己的机动性，3技能接3，还挡了仓的 EA。是的，然后这个2技能既补了伤害，还挡了技能。然后推水军的时候伞往后放，很稳，根本不给机会。而这局场面优势的话，它的输出环境也确实比较好。到最后，由于其实已经有很多的一个经济领先，哪怕 TDG 把龙抢下来，秦九还是能打过团的。对，追着点。当然 TDG 其实决策我觉得也没问题，这种时候是得拼的。背水一战了。对，但关键就是在你拼龙的时候，对方选择打人，那这个就确实没办法。本局的这个 MVP 的票啊是拿到了4票，莫冷这一局其实整个的主动性还是非常足的。
就是有些时候是需要他先站出来去给压力，干一些事情。这局莫冷其实做得很不错。就这把如果说公孙离还是跟上把一样正常对线，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对，你如果让公孙离和少司元对线到仓加空旷的话，其实虽然说你可能有优势，但是你不会吃剑吃的那么的舒服，而且红 buff 不会给你那么早，肯定是就是红 buff 大 CM 前面还是会正常拿的，或者说给到司空阵。莫冷这一局其实动出去的效果也非常好，每次爆到中路打架的时候都能够在团战里补足输出，然后更加关键的其实还是在几波团战里他还担当了一个收割位。对，特别是像刚刚回放的那一波，对于曹操的一个收割，伤害计算的很精准。对，这样其实比分来到1比1的话，其实今天这场还真不好说。主要现在两边的英雄池的消耗其实也是差不太多的。广州 TTG 在刚才这局比赛也用掉了版本非常强势的一个空空儿，这个其实在后面的班位当中，他们也可能得考虑一直挂上去，一直搬了。而且我觉得秦九其实还是比较适合这些偏前期进攻的阵容。对，就是只要主动一些，他们就会拿到更多的优势。上华莱士自助点餐小程序，吃蛙大蛙香，脆炸鸡桶，全场最佳灵魂战将，美味一战出击。其实刚才的这个比赛，我们就能够感觉到，对于秦九，他们一旦拿到主动性的阵容之后，马上像换了一支队伍。是的，下一局，广州 TTG 选择红色方。应该今天败方都会选红。对，就直接在红色方做 counter pick 了，因为不存在祝福嘛，所以说还是按照常规的一个 BP 逻辑来做 BP 的。对，像针对到对手的一些选位也会更加舒服。那其实需要更多考虑的，包括鲁班大师这些体系，也是后面的一些关键的博弈点了。那么刚才比赛的语音回放已经准备就绪了，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扯一下，我先堵杀，兄弟，曹操没漏，5000、2000 ，OK， 没事，别不好搞。看一下我兄弟，能活吗？我能活。来，可以打，他全面放，我在后。跑了，关到曹操兄弟，曹操交闪。没到，慢点，回来，我能回，别急，我能回。贴一下，过来。哎，魔龙来下血，我在后，找位置打架，兄弟，松人找位置去。哎，我直接从正面就进了。哎，往前打，兄弟，看元旦。打人，元旦 AD， 元旦死。慢打，留人，跟他。空挂到，来，打后面的，前面的别追不上了，打空挂呗。空挂死，慢慢打一波，来。跟线，来5秒大招来，海诺过来找我，海诺3秒大，上路，2秒大招，给我铺个刀，直接往前扑就好了，扑了，直接走，点塔呗，点塔呗，兄弟们，点塔呗，点塔，所有人点塔，所有人 ，nice，我被他锤到了，下一把，没事。蛙大蛙香脆炸鸡 C 位登场，浓郁蘸酱，风味 buff 叠满，香不可挡 carry 全场，满口爆汁，状态回满，全军出击 win 而来。刚才这个比赛里听到秦九的一个语音，大家每个人的声音其实都是有一些的。对，而且我刚刚是回放看了一下，莫冷他的一个打团的环境，他基本上每波团就是大招伞永远是往后放的。对，特别是10分钟那一波，如果他是1技能或者说2技能往前输出不留伞的话，他那波绝对被曹操切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把秦九能够在进野区，包括说打中立资源团的时候有那么好的一个发挥的原因。这把公孙离的环境保持的特别好，他就是我可以不贪输出，但是我一定保持我是活着的一个状态。虽然说秦九经历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人员变更，但是好像真的关键时刻还是得靠老2位，这个莫冷、九寒在比赛当中站出来。是的，这也是秦九他们最引以为傲的一套吃分体系了。是的，公孙离加少司元。其实对于秦九来讲啊，他们的比赛的经验是非常足的。他们打过太多的比赛了，所以在一些比赛当中，我们会看到他们打得也非常的成熟。秦九呢，他其实也是今年有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事情，25年唯一一支参加了 KPL 春季赛、夏季赛、KPL 资格赛、年度总决赛以及挑战者杯的队伍，对于他们来讲全年无休。所以，这对于这支队伍来说，他们的一个韧性，他们对于比赛的经验是非常足的。
而且我觉得其实也就每一个阶段的比赛总能够让他们保持手感，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而且在每一阶段的比赛，其实他们都拿到了还不错的一个成绩。是的，在年总当中呢，突破了 K 甲战队在年总的成绩，并且在资格赛当中也是拿下了接下来 KPL 比赛的一个参赛资格。所以，可能对于秦九来讲，他们需要挑战者杯这么一个舞台来给自己的一年画上一个更加圆润一些的句号。是的。现在比分1比1，秦九压力应该会小一些。这样其实能看出来，秦九今天前期的对抗做的也是很足的，所以说下把可能会更看两面前面的 BP 的一个阵容做的怎么样。反正对于秦九来讲，明显能够看得出来，这支队伍能碰敢碰，那不如就把前期做的再强一点。刚才那一局我甚至都觉得还不够。因为 TTG 的前中期其实也不错，也有像圆坦这样的点。你如果真的能够做一局，让深颠能够横着往野区走的阵容，我相信深颠他也能够把自己的野区进攻打好。那就要看能不能给深颠玩到一些偏野合类的英雄了。今天比赛其实2局下来，深颠还是都拿的这种刷经济的一个。看看接下来的比赛会给深颠拿到什么样的点。确实深颠的野合我们更熟悉一些。相对于来说，没准对于他自己也是他更熟悉一些。他玩到野合的时候，他的经济刷的也是非常恐怖的。而嘉欣这边第1局的野合其实表现非常的亮眼，但是后续这局的圆坦在缺少整体队伍伤害的情况之下，是比较难以打出效果。苏烈，还是比你搬空空儿。对，这个空空儿肯定会要对着搬的。先搬盾山，那这样的话，鲁班大师搬不搬？不搬的话，自己得1抢。而且空空儿这个英雄也是，搬北京虎了。对，那是要拿鲁班大师的意思。空空儿和鲁班大师出来一个嘛，还是搬鲁班大师？就给你空空儿。对，空空儿是南风在 K 甲的一个夏季赛当中使用场次最多的一个英雄。先抢小乔不着急，就预判你可能要拿公孙离。因为我大概秦九236大概率是空空儿，所以说小乔提前在这一手等着 TDG 不让他拿公孙离的意思，顶着出就是自信。是，相比于怕小乔，可能感觉更重要的还是要拿公孙离出来，保证线的强度，而且没那么怕空空儿。那公孙离最好还是要出。空空儿最好还是要出。来了，这个也算是南风的一个招牌。仓对着压对线，其实感觉这局的阵容整体上换过来了，跟上局有点镜像一样。对，但是 TDG 是没有少4元的。是。然后另外这个大司命张飞要拿，张飞不拿肯定要被搬。是的，就保一个应付。邂逅让我回忆起重要的事。两边的选择都是在前单手补出了中射辅啊。对位的选位。后面的班位 ，TDG 是搬了一手打野镜，曹操要不要考虑一下？就 TDG 也要考虑搬掉。大司命前3手没拿，秦九肯定搬。还有一手飞，对飞一定要搬。公孙离和女娲是特别怕的。是，这个也是给女娲做的班位，都在搬野合英雄。哪吒。那看深颠这边还有什么野合呢？没问题，还是搬曹操。夏洛特也是怕选夏洛特拖到后期之后，对于小乔和仓的威胁比较大。杨戬，针对空空儿的一个选择，韧性高的话是不怕空空儿的开团的。而且哪怕自己这边是一个单杨戬，张飞也可以做一个拆火，而且这把杨戬在摇啊，对他甚至都没有锁定位置。对，马超，那这个就是边路的情况之下，你杨戬肯定是不好跟马超带了。马超一直用矛技能去拉扯，对，戳枪拉扯杨戬是很难受的。司空阵，这样就不把杨戬放在边路，还是要这个。你如果是个别的，可能杨戬就走对抗了。是的。阵容确定完毕，这一把两边的前期都有对抗的余地啊。特别是 TDG 这边，我觉得前期要比上一把顶很多。公孙离、张飞加杨戬。这种龙潭是肯定要拼的，而且这把其实秦九
的空环没那么好用。张飞有大招，公孙离位移很多，女娲这边基本上不会在正面，杨戬有韧性。这局其实从选位上面是给足了南风空空儿尊重了。对，就虽然说秦九1楼选的是小乔，做了一个提前的预判，但是我顶着你出公孙离加女娲，然后3楼再补了一个张飞。他如果3楼不选张飞的话，绝对会被秦九第2轮班位给搬掉的。对，像上一把 TDG 他们搬对面的廉颇张飞一样，全部都会给处理掉。所以这局比赛对于 TDG 来讲，他们是可以打得更凶一些的。是的，就是其实没有那么怕空儿开团的一个情况之下，他把身位给压得深一点的话，是有可能让秦九这边他一个比较脱发育的双 C 在中期没有办法站出来的。对，但这把秦九会面临到上一把 TDG 一样的问题。如果说仓在前面没有经济领先的情况下，中期的小乔加空环伤害是打不死 TDG 这几个英雄的。对，张飞给前排很扎实，杨戬这边基本上也是会做一个，他就算做一个纯输，他也有法天象地，有韧性，但没那么容易要去度过的一个点。如果说能够拖到秦九的大后期，肯定强度也足够，但是怎么去拖，这个是秦九这局和 TDG 的上局一样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是的，而且这把阿豆带的还是治疗，还多保了一些容错，把容错拉满。而对于南风这边依然是这个带的晕，那还是要开团。这样只能就看中期无旋的马超带线带的怎么样了。他得尽可能多去玩线。这局正面，尤其是中期这一段，秦九是不好接的。1级应该公孙离会走第一波中，女娲应该是直接去发育路的。看他这局如果换线的话，到底能不能让公孙离这个点顺起来？这套阵容其实刚才我们也都能看到了，关键点就是公孙离能不能有经济的优势。只要有经济优势之后，整体正面的团战爆起来是很好打的。来到双方第3小局的对决，蓝色方桐乡秦九，红色方广州 TDG。大家好，我是解说海螺。大家好，我是北岛。其实 TDG 这个开局是有布置的，就公孙离走中往右边站，想骗秦九的人过来打他，然后让嘉欣去反对方的蓝，但是秦九做的更好，对他这边直接让申殿站在中右，当时的小雪是不知道的，直接在右槽里面打了公孙离一套，直接遏制了嘉欣这边想反蓝的一个想法，就是人的状态也打掉了，蓝也没反到，同时线权的优势其实中边2线秦九也拿到了。对，因为当时空环是往自己家的南区河道那边看了一眼，直接让嘉欣回来清一个中路的后线了。他这个整个前中期的部署，其实秦九这边是要更成功的。对，明显能看出来，第2把的比赛打完之后啊，秦九的状态慢慢找回来了，想的更多了。这样其实完美的化解了 TDG 的一个开局的布置。对，继续帮提速。过来一起吃中，对，两边都是一波交线，卡好的线。秦九这边率先给过完，消耗一套。哇，申颠打的真的很凶啊！直到出来了，两边打野的回复量都很多。哦。嘉欣这把做的是肉刀，烧鸡拉脱被九寒的一扇子抢到，2个烧鸡都是被他拿的。枪若白狼，一收。刚才的比赛里，哎，先来看这波，杀不死，前面没梦魇的情况下还是打不太动的。刚才的比赛里，我们也看到了赫慈一些扇子抢野怪的画面。这局比赛，九寒如法炮制，还回来了。是的，来看一下小雪的一个第一视角。光拿一下赤甲，哎，2技能提前交了。对，哇，这个交的有点早呀，就觉得对面没人过来，就是想当然了，觉得这个赤甲稳是我的，没想到莫冷这边过来看了一眼，直接一个 EA 直接抢到了这个赤甲，
就最好还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这样的话，前中期小资源其实广州 TTG 亏的有点多，就是领先的800就是这么来的。对，虽然说差距也依然不算特别大，但是前中期的一些小差距其实已经可以一定程度上左右战局。哦，我还以为是个红要让。对，我是真的，我说这第2个就直接给吗？还是最后给加薪了？嗯，确实他现在电刀都还没做出来，你给他红，其实意义真的不大。因为本身按常规的逻辑也是，一般就是第3个嘛。对，电刀出来之后。对。哇，这个分如果真给了，说明队内的待遇真的很高。嗯。看一下全场的1号位，深颠的夏侯。深颠这一局队友一直在帮助他提速，然后中线也都基本上是那种2波的交线一直在吃。哇，夏侯这边领先了杨戬1整级啊！嗯，这其实领先的比较多了，马上8级，嘉欣才刚到7级。对，嘉欣深颠直接摸龙，张飞过来给个视野，嘉欣是肯定要过来拼的，被吹了一下，状态很不好了，再卷开团，这波龙深颠成功拿下来。因为我们都知道 TDG 他们对于1龙的这个执念是比较深的，就无论怎样都要过来看一下，但是这一把青牛做的更好。深颠直接4分钟在龙这边等着，把龙给 rua 掉了。然后空火儿和小乔的拆火是阻挡了嘉欣很久的一个时间。又要往蓝区去挤，法天象地要平惩。哎，好像是被升天拼到了。对，嘉欣身上是没有蓝的，这波张飞大招吼出来没吼到人。公孙离强打一波，压一下墨冷的状态，不然这个防御塔可能直接要被推掉了。这波 TDG 很亏啊！嘉欣野区也不刷了一下，过来抓一波马超。是，狗到了小兵，那不好留了，没有飞到马超的身上。感觉 TDG 现在有点乱了。对，好被动啊！再过来反红，因为你前面杨戬露视野了。那这个红区夹过来，肯定是要想办法打的。而且知道你这边没大的，深颠过来。看这波嘉欣的状态被压得有点残，可以打人，因为张飞没大招。对，这个红依然没打。这样的话，秦九可能可以逼你回中一的位置，给你中一塔压力。是，再搭上去，再给到红区的压力。有惩的，再次被深颠反到。是的，深颠的惩击捏的真的太到位了。主要是这一波嘉欣其实有点急，他其实在蓝被反了之后，他想去上路找节奏。但是发现马超太灵活了，这个时候深颠得到了这个信息，立马进到了 TDG 的红区。哇，太紧凑了。而 TDG 这边就是想要去做止损的方式没有成功之后，反而亏了更多。而且看一下这个边路的经济差啊，吴璇这边领先了罗波600，哇，很多了。射手这边领先了也是600，打野也领先个500。每一个点都有一定程度上的对位领先。再进蓝，张飞有大招的，是又要拼惩了。最终是深颠惩早了一点，被嘉欣保住了。对，嘉欣惩到了。卡一波落地的拍，但说实话，现在的秦九压力给的是很足的。就哪怕我这一波蓝没有反成功，但是我就给到你压力。进攻的。对。边路黄阵 PK， 但罗波的大招还是在手上的，马超不能打到底。看下波红区要不要再继续进？感觉有想法。如果是两边野区都一直进的话，如果能反到还好，但是反不到的话也要小心经济刷不顺。但还好自己家的野区是有像墨冷这样的点在过。哦，要进了，要往里挤，应该是让射手先过中，其他人就直接过来。对。而深颠第一时间位置压的并没有太深，在等自己大招，拍一下。先打杨戬，是大招锁上去，谁的？深颠拿到了，深颠又惩到，大招接惩，找嘉欣，中路的防御塔苍野成功破掉。哇，这个手真稳啊！他是先打脸上的杨戬，杨戬想狗照红 buff 之后交惩反了，但是深颠这个大招跟的也很快，对，你狗过去我也大过去，直接大招跟进去，大招有伤害，接上一个惩击。现在其实 TG 被拉扯的特别难受，边路带线带不过，野区一直被反，正面还不能随时开。按道理来说，其实他们这把正面5v5接团是还不错的，毕竟有杨戬韧性以及张飞的大招，控环没那么好开的。是，又来反蓝，
再次反到，正方形打野了。对，这局比赛深颠对于野区的一个掌控力啊，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等待着第2条暴君的刷新，现在这个夏侯有点管不了了。这局之前其实我们就聊到过，就深颠其实他也是能打主动性的一个选手。深颠打得很凶，没拍到，张飞跳盾拉开，公孙离换伞。哇，莫冷打得真凶啊，差一下。这波闪现的博弈，莫冷预判了你的预判。对，莫冷几乎是闪了一个原位闪，就是先往一边走位，然后等赫兹的一个大闪之后再闪回来。就赫兹预判的是莫冷往左边落，对，莫冷这边是往右边闪，两边都在博弈，这波真的拉满了。是的，很精彩啊！刚才这个博弈画面，哇，这波看有没有回放啊？这波真的很细，但凡反应慢一点，这女娲大闪就死了。只能说莫冷在第3层，因为我们在上帝视角看，觉得好像还挺简单的。你真正在仓的第一视角里面，真的是你的心理压力是一定非常大的，就是有一点恐怖的。法天象地，但是是一个夏侯啊，打不动啊。然后法天象地这么打下去，时间也要过了呀。拍2个，这局大招看起来再卷，要逼大招了。张飞吼2个，是，但是第一时间看看有没有人能跟上伤害。感觉不太好打到底了，公孙离没红，不太能留。刚刚9环也是为了怕女娲这个3技能落地，所以说交了一个闪现，保了一下自己的一个状态。对。那阿豆得赶紧刷大招了。再来看一下，看一下这个第一视角。对，第一视角。先追 A， 哇，1打4，被公孙离点的有点残。这个时候。哇！他主要第一时间往左走了一步，让女娲认为他的习惯性的这个走位是在另一边。反手卷，这波卷到了小雪，反点点掉了。莫冷这一波配合着空空儿完成了一波反杀。深颠要过来包，对，包过来嘉欣的一个位置，得赶紧走了。这样的话，矩阵一夹，能杀吗？这一波。要不要落？他不敢落，没有强落。马超在卡他落点。对，落的话就是换。张飞大招吼2个，但是伤害没有了，可以回来开蒙了。确实刚刚那一波，莫冷还是挺惊险的。对，2波的博弈，莫冷都是就是笑到了最后的。10分钟的暗影暴君被秦九拿下。哇，这一把秦九打的是真好，特别是深颠啊。进去找杨戬，被吹起来。杨戬的状态非常残了。阿豆给个盾，还好有口盾。下楼锁上去，再拍不到。张飞，伤害没有了。但是主动性一直都在秦九这边。哇，秦九的这5个人的磨合，感觉一点都不像就重新磨合的一个队伍啊。主要是深颠在每一波进野区的同时，所有的队友都能够兼顾他的位置。而且各司其职，就该清中的清中线，该卡视野的卡视野，是接的都很好。就你感觉深颠有这种野区节奏，我们都可以理解，是在意料之中。但是关键每一波其他队友跟的都很好，而且没有那种极端的脱节的情况。他这个协同性，这个就是要么是深颠叫得很凶，要么就是大家之间的这个训练赛已经把默契磨合给打出来了。就如果把队名遮住，大家可能觉得左边这个队伍是以前的广州 TDG，因为他是这么玩的。是的，没想到短短经历了这一段时间的休赛期啊，秦九这5个人能够磨合的这么好。而这局的进攻是我们前面聊到过是最难打的东西。对，所以说第1局打完，我说可以看一下秦九拿一些偏前期的阵容。是的，他们这把确实打得很精彩。上路的高地，马超直接带穿。虽然说只有1个人头的爆发，但是这一把的节奏很经典。就你像第1局的时候拿到一个比较偏后期的阵容，我们可能会认为是磨合需要更久的时间，但是这局比赛这么偏进攻的阵容已经压到这个位置了。而且其实 TDD 这把的阵容野区没那么难守的，他们有机会能够对抗的。女娲大招没打到人，给中路小清兵线，嘉欣这个位置没有办法威胁后排。这局打到现在为止，其实嘉欣是最难受的。他一直被禁，因为第1波蓝被反之后，他想去上路找节奏，然后还被禁这波，张飞没盾了，等等，嘉欣这波反手位置也切到了后排，再去找，
但是苍一个一技能成功过了墙，嘉欣在人群当中这波没办法了。再找司空震，找到了小乔的位置，女娲再给一个大招，这波成功命中。不过司空震的位置也倒下了。最终是秦九完成了一波1换2，是贺词的一波大闪带走了9寒，已经等等，吴翔又找到了这个小雪的位置，2连击破，寒枪连袭。是的，吴璇在团战当中完成了关键的切入。有半血的龙兵张飞想拖一下时间，阿豆线能被清掉吗？没办法，得卖自己，线清掉了，但是后续还有兵线。对，而且复活的时间也是参差不齐，可以打持续掉点的。神殿再顶上去，可以把兵线送进来。嘉欣复活，女娲这个大招没有成功下掉兵线的血线，点掉水晶，让我们恭喜同乡秦九2比1来到赛点。这局比赛，秦九向我们展示了一局教科书式的野区进攻的对局。好久不见，生颠，这局你的这个夏侯惇已经是正方形打野了，你自己感觉玩起来怎么样呢？挺爽的。这局你是怎么跟队友去沟通配合的，大家才能去执行的如此漂亮呢？我就说我野区是无敌的，我能扯对面好几个，然后你们就干你们该干的事。也是非常的清晰哈。那目前队伍已经完成了一个让1追2嘛，你觉得相较于第一局来说，在这2局我们队伍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在哪里呢？开局喊了3、2、1加油，第一把没喊。那接下来这局也要喊，对不对？是的。好的，那好好准备吧，继续加油。很重要的环节啊，3、2、1加油。那确实，第一把没喊加油，所以输了。对，喊了加油，所以追了2局。是的，是的。其实这个对于比赛的整体的气势也是很关键的。想到我们2个之前打的时候，我们当时赢的这个决赛里面那个小局是吧？在解说杯里面，我们也是当时第一局喊了加油。就每一局开局的这种，就选完英雄之后的那段时间里面，一定要互相打打气。对，打打气，这个真的很重要。是的，而且这段时间就是也是一个进行前期部署的一个关键的时间。就你部署完了，真有时间，你可以多跟队友就互相说一下，别紧张啊，对，慢慢来，加油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他们除了喊加油之外，其实他们的前中期的部署神颠做的也很好。是的，我们已经盘过了，对吧？本来嘉欣是想要去溜第一波的蓝区的。结果是被中轴给照到了视野，一下子影响了速率，然后整个的中线和上线全都是秦九的优势。就第一波，广州 TDG 在第2层，同向秦九在第3层。对，我预判了你的预判，包括说那一波仓的极限闪现，也是预判了对方的预判，都在极限拉扯。所以说那一波其实是双方博弈今天的一个缩影。对，广州 TDG 已经做好了第一步，但是他们做的东西总是会在秦九的意料之中，被秦九给猜到了。是的，一波是小范围的，一波是大的野区层面的，这2波都是秦九想到了对方的战术布置。看一下这个赛后的一个数据对比图。确实啊，最后一波吴璇的马超也是完成了收割。在高地前把公孙离给戳死了。今天这个比赛其实就是申颠带好了整个比赛的关键的前期进攻节奏之后，每一个人，秦九这边每一个人其实都打出了他们应有的画面。看一下这把苍对公孙离，这把莫冷确实在一个生存方面啊做得很好。那一波极限的闪现让人历历在目。这把空口开团不多的原因是因为团战打得很少，而且其实对于他来讲没有那么好开，9分58秒才爆发第一滴血。对，本局的爱酷 MVP 给到了申颠，制霸野区，正方形打野名不虚传。应该是从4分钟暴君完了之后的那一波之后一直反到结束，对，没有停过。他是真的是蓝反完了反红。红反完了再反蓝，就只有一波进蓝的时候他撑早了，是被嘉欣给保住了，对，其他全是他的。这个是爆发1血的9分58秒的时间。其实这个时候就已经尽力的去找仓的位置了，但经济太低了，切不死。对，这波嘉欣如果但凡有钱一点的话，可能给仓真的是很大的威胁。这一波是赫茨的第2波大闪，命中，但是已经为时已晚了。对，
正面的团战上面已经就是小乔也放完技能了嘛，没有人能够管马超了。吴璇这一波又找到了公孙离的位置，对，有一个苍穹，所以小雪伤害也打不足。确实啊，这一把秦九展现的就是教科书级别的一个野区运营局。对，野区的进攻每一波节奏都非常的紧凑。MVP 的投票也是5票全票通过。这一局深颠的夏侯惇的野区进攻确实是打得太惊艳了。就是如果说秦九在拿到一个前中期的阵容的时候，都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恐怖的野区进攻效率，那这支战队肯定是可以在后面我们对他的期待更多的。就是我们其实很难看到年总期间，就深颠那会儿他 top 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表现。也可能是因为他在经历了短暂的休赛期之后，也有可能是进入到了秦九这个队伍以后，他展开了一个新的化学反应。是的，真正的把他的一个坛野的这个表现给打出来了。其实之前我觉得深颠在玩到一些坛野的时候，他的很多思路是没有办法摆脱掉野河的一个思路的。对，就是他也可能会偏刷，但是在刷的过程当中，往往就失去了坛野的最佳的对抗时机。是的，但是现在我觉得可能他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环境，那万物开头新，他很多东西都要新去尝试。他一尝试发现，哎，大家的象性其实比较像，大家都可以去进野区。那这种时候，他的野区进攻也就重新打出来了，就展开了一个比较配合的化学反应。是的，这局的话，广州 TTG 是选择了蓝方，还是比较少见。他选蓝方主要是为了让秦九搬他们的鲁班大师，就让他们占一个班位。是，但是在后面也会在蓝方会少一些 counter pick。对，这个也需要在后面好好去考虑。不过至少蓝方抢体系这一点，他如果就算抢不到鲁班大师，他也可以再抢一些其他的队伍擅长的一些点，因为在对手的一个赛点局，那肯定还是要尽可能的拿到自己熟练的阵容体系。下一局秦九应该就是盾山加鲁班大师双班，然后两边的空块都用过了。对，这就导致其实没有一个 T0的辅助是能够放出来的，所以后面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的强点。包括像沈梦溪这种英雄，也有可能成为争抢的一些关键点。感觉 TDG 反倒是经历了第一局之后，感觉越打越温吞了。第一局其实 TDG 我觉得打得很好啊，他们在后期感觉有一点低迷，是，不过还找到了翻盘的一个机会。那希望他们能够好好调整吧。那么这局比赛的语音回放已经准备就绪，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下路不让他过，我要打他。啊，我来了，我在。来，兄弟，干他！留掉！打4个阵大，打4个阵大，可以打，随便打，拍起来。点到后面。慢慢打。把线过了，把线做了。再看。哎，小雨你往大，举你往大。好闪。他是4个兄弟，他是4个。别着急，看你看能来吗？下路张美二等。别，我们得先过完中心。你们先过，我能插下来。你把有 T 的。别让他换龙就行，马超。表了，往下走，往下靠。阿丽丝。我能包大的。女王。张梅二兄弟，张梅二。来，刘张飞兄弟。再靠张飞就打个张飞大呗，就张飞。可以打，就打张飞。回来开龙。回来吧。过来可以打，不太怕。OK。张梅二地上，哎，看一下啊。看。扣走，来兄弟，别急，慢点。留不住。哎，兄弟看，打脱节了，回来打脱节了。拆了，没事，拆了。打杨戬呗，兄弟。打杨戬呗，回来打杨戬。拍起来，慢打。没电刀了。这一看我扣到，女王没到，还是有的。女王没到。打一波。来打一波了。注意看线，别着急啊。别急。往脸上顶，往脸上顶。看张飞吗？能先看张飞吗？先打。杀张飞。卷你完了。打张飞。卷你完了。打人吧。打掉你一波了，包一波了。可以啊。还是像之前他们赢下那个小局一样，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比较平均的话语权。主要是我觉得 TDG 这边，他这一局一定不能就是一直放野区，他们其实感觉有点失去了进攻性一样。其实他们上把的阵容没那么弱的，对，就公孙离、张飞、女娲、杨戬，其实守野区也能打。他第一波进野区的那个动向没有成功之后，感觉整局队伍就不会打了。就感觉 TDG 现在还是面临了这样的一个处境，如果他们进不到野区，拿不到很大的一个经济差，他们逆风的处境是很难翻转过来的。是的，所以说这可能是第4局 TDG 需要考虑的地方，要么就下局来点狠的，互进野区，你进我也进。对啊，也比较符合他们本来的一个风格。
就我如果说正面对抗，你觉得正面对抗不好打，那就两边一起进嘛。是的，不管是说你是以换资源的角度去进，还是说本身两边都是作为进攻方，都可以。而且感觉秦九已经抓住了 TDG 他们就发一路很限制小雪这样的一个打法。对，就第2局和第3小局很明显就限制小雪的一个个人经济。其实小雪她是很多的时候想去贡献一些这种团战里的画面的，但是也容易被抓反手。下路那一波印象就很深刻，小雪上来点人，她想对仓完成一波压血线，甚至说击杀，但是反手空空而一卷，小雪直接伞都回不了，就是拿一血的那一波。对，就会有这样的画面。这个其实我觉得秦九也是都有过一些布置的。而且我们也说到，来到挑杯，同江秦九和广州 TDG 就是很有渊源的，对，他们的羁绊非常深。秦九呢，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可以说是以各个赛道都参加过挑战者杯，全国大赛的身份、K 甲的身份，再到 KPL 的赛区的身份。但是之前的一些对决也是碰到过很多次的广州 TDG， 两支队伍也算是互有胜负的恩怨队伍。在两队的挑杯历史交手一共有3次，2次的话是 TDG 2比1秦九，但在去年挑杯淘汰赛的阶段，秦九是4比0了广州 TDG。没错。所以说，本场如果说秦九再赢下1小局，他们就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了，并且能够完成对于 TDG 的一个复仇，因为在前段时间结束的年总擂台赛 ，TDG 是3比0零封了他们的。对于两边来讲，这场比赛都是复仇之战，到底谁能够成功的复仇对方，这局已经是秦九的赛点局了。看一下 BP， 曹操。秦九这边敦山和鲁班大师，对，鲁班大师应该是不能给。基本上秦九的班位是比较固定的。对，主要看 TDG 这一楼抢什么。海月，他沈梦溪也在外面。沈梦溪不着急用过了，对手用过。我觉得要不要考虑拿手裴金虎？或者吃煞最好可以考虑一下。我直接苏烈，就是要打。确实上一把，TDG 打得太温了，太温和了，得来局凶一点。对，朵利亚、杨戬、多溅直接出，就你打我也打。至少杨戬这个点的话，他是不太害怕苏烈的强开。那 TDG 可以来下口啊。如果说能够复刻上一局禁野区的画面，那这个是 TDG 最希望看到的。大司命，吃叉还是前3手拿，而且吃叉可以摇，对，不锁位置，边射的一个摇摆。那秦九3楼真机要不要拿呢？反铁退进，这真机很好用啊。对，这个真机可以同时打大司命和这个苏烈2个点。戈亚还是先保障射手的一个选位。那这样的话，其实 TDG 得搬真机，秦九不用搬，因为他们在红四方思路可以先拿。对。皆为我的猎场。那看一下秦九的班位，在发育路已经拿了的情况之下，当然 TDG 这个吃叉也有可能是发育路，所以说不太好搬。不过还是选择去针对一下发育路的英雄。西施，这位大司命和苏烈搬的。西施都搬，我觉得真机就也没什么道理放。对，关羽还是为戈亚搬的。女娲最后一班最好给真机啊。主要就是秦九这边是先抢沈梦溪，那就是要拿真机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对，真机 TDG 要不要搬？狂铁，哇，这真机真给啊！那秦九4楼直接真机啊，或者说 TDG 是想好了有什么东西是好打真机的。沈梦溪已经被搬了，嬴政，我就是感觉，你感觉是不是 TDG 好像他已经想好了有一个什么东西是很好打真机，他觉得拿嬴政的话更主动。那这样其实先出嬴政的情况下 ，TDG 也不好拿真机。对。
孙权打戈亚，那这样的话，叱咤摇到了边路，中路再补一个强开点。因为 TDG 这把不能选手比较短的工具人法师，只能来这些法师了，不然手太短了，只能选择一些偏强开的。而且前面已经配到了苏烈和叱咤，要来个一起能够进场的英雄。这局 TDG 的整个的阵容是非常偏向于冲阵的，影一个比较防抓的边路。 锁了，直接锁。或者被我毁灭。那这把其实两边前中期都要碰一下的。我觉得特别是 TDG 这边，我觉得前面一定要打，找一下就是第一局进野区的那种手感。经历了第3局的秦九肯定是手现在是更热的，而且这把又是一个双大杨戬，但秦九这把是一个顺风阵容。这局秦九的整个的 画面其实也是可以主动去碰撞，但他没什么开团点，所以他更多的可能依赖嬴政得把状态给压下来。他们其实也是需要在压状态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找到一些主动的机会。如果一旦被对手不断的抓开团，那其实秦九这个阵容像朵莉亚这些英雄还是比较脆弱的，而且又面临一个问题，火舞这把又得第一剑做梦魇。这样其实就是针对杨戬，他这嬴政其实变相的其实也是抢的，他可能就是怕如果自己4楼把正机抢了，然后 TDG 这边来手嬴政是，然后就选嬴政。如果你真的抢火舞，你火舞这边第一剑梦魇，你的输出就不高了。这把对于 TDG 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只能说今天整体的一个战略的部署上面，秦九这边经常是会领先一层的，这个对于广州 TDG 来讲是比较难受的。对。 一姐的话，大司命应该可能要去抢第一波中，应该跟火舞和苏烈3个一起抢。不过好在这把 TDG 的进场的英雄有很多，叱咤、火舞和孙权、苏烈，它是完全的一套冲阵阵容。对，而且秦九这把的控制点不多，戈亚和嬴政是比较容易被孙权进场的。是，这个被动一叠起来，小雪就可以进场直接开启收割了。所以说这把秦九前中期尽可能 不能落后太多的一个经济，反倒是 TDG 这边得加强前面的一个开团欲望。这一局就是 TDG 拿到了一套非常主动的阵容，那他就得主动对地方。如果他能够成功的冲到像朵莉亚呀、嬴政这些英雄，并且抑制住杨戬的经济发育，那这局 TDG 还是有很大机会的。但是秦九的手长也是他们这局的制胜之道。 是的，如果能够防住对手第一时间的强开，不掉点，让嬴政慢慢扫，那这一局在有状态的差距之下，秦九很有可能就能拿到战场上正面的优势。这局比赛也已经来到了秦九的赛点局，广州 TDG 一套进攻阵容，也是一套有压力的进攻阵容，需要放开手脚，又需要做好细节。 来到双方第4局的对决，蓝色方广州 TDG， 红色方同乡秦九。大家好，我是解说海螺。大家好，我是北岛。交织。果然是 TDG 这边的一个中开，大司命的中开。但嬴政这边选择是来帮下，火舞这边也过来，看到火舞这边丢了个扇子，南风这边立马给了个治疗，保证对线的状态。这样的话，下路红粉应该秦九放了，但可以拿个赤甲。哎，狗上去，哇，有点准啊！对，本来他是想狗这个兵的，打得也很凶。对，直播线在收波蓝区。 火舞这边过来帮叱咤拿一下空间之灵，拿到。前期的小资源，广州 TDG 做的还不错。朵莉亚这边是跟了一波嬴政啊，但戈亚这个血量的话，朵莉亚得过来帮他回血。状态被压的有点低，陈林应该是过来吃线的。对。 也帮助戈亚把这波线给解掉。
而中轴上面的话，这波中线 TDG 就拿到线权了，想等着杨戬过来吃，应该能吃到一个。嗯，但也只是吃一下经验了。翻个山豪，翻到了，这把感觉嘉欣稍微进一下对方的野区了。嘉欣要把属于自己的一切都夺回来。刚才过得太憋屈了。对，哎，这波狗过去，再跟伤害，打了一套赫兹的状态。哇，扫得很痛啊。嗯。这样其实得看火舞的梦魇什么时候能够做出来了，不然每波团都会有这种画面，就是身边可以苟兵线或者苟别的人来坐到火舞的旁边，直接对火舞展开伤害。主要是火舞其实他也并不是一个手长的法师，但拿杨戬没办法。对，所以你拿这种兵线，你又不能说我离兵线很远，但是杨戬只要苟兵线就对你有威胁。对。神殿这把也是肉刀，一个城，再反个山豪，你反我的，我也反你的。但是小野上面还是前面 TDG 控的更多，所以有一些经济领先。小的资源 TDG 这局其实做的是很不错的。应该要等第一波龙团了，第一波龙团两边应该都会打，都很强啊。一边双大杨戬，一边大司命、火舞加苏烈，都有的打。像苏烈这种整个的英雄的对抗性是非常足的。是的，狗上去消耗一波，知道自己的韧性比较高，没那么容易被控。对，他就在正面不断的跟你换血，有大招能回复，有朵莉亚的2技能，然后另外去打对手的状态，像九寒这样的点，他就会比较顺。续个大招应该是取消了。这个时候对面都很远，肯定拍不到。4分钟前最后一波线，火舞这边不抢，选择来河道卡人，但神殿这个韧性很满啊，被打2下法力下内就出发了。这波是对于秦九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打龙时机。对，但吴璇这边的状态被打下去了，这个就是马上法莲象帝，法莲象帝也被打出来，那这波龙感觉广州 TDG 是优势了，可以接了。秦九由于吴璇这边被打残，这个龙只能放了。龙是被嘉欣拿到。过来再放个小野，其实就是对线上面是真没办法。对，影在前中期的对线真的比较弱。蹲到嬴政，看看大司命跟伤害，直接闪现闪了出去。那阿豆的这个位置有点危险，反手一个2技能，还好有人点灯踩起来，再交闪现，晕一下，第2个大招还在打。但是这波嘉欣的位置太深了，是不是第一时间阿豆没2技能啊？对，主要第一时间我看到他没有2技能推墙。他是不是用2技能赶路的呀？他有可能是2技能进的这个草，对，又觉得第一时间拍了伤害够能跟上，但是很明显大司命你一个大招的伤害是不足以击杀这个嬴政，不然不可能大完之后击飞不会用2技能顶回来的。肌肉记忆也是苏烈一定会来看一下大，这距离是足够的，他往前走这一步其实已经是够了2技能的一个控制范围。应该是 CD 没好。对，然后这波朵莉亚跟杨戬刷了个大招。这个时候嘉欣进来就走不出去了，主要嘉欣第一时间他也是踩了3个灯嘛，找阿豆，知道是没被动的，对，非常惨，直接被扫死了，开了大招也没办法。秦九还在继续进攻，想压迫中给压力，踢2个带回来，这波知道嬴政没有闪现，强打一波很不错的效果，身边的位置也倒下了。吴璇进场，这一波开启大招是有大，但是还是被斩掉了，2连击破，爆发太高了。嘉欣和赫兹这一波成功站了出来。哇，这一波赫兹的火舞啊，抓住了秦九这边想压中艺的一个靠前的站位，一闪踢了2个人，带了2个人回来。是的。然后这2个人也都吃到了大司命的后续的伤害，大招卡个兵线，但是直杀传送保兵线，想要强压中路的1塔，能推掉。嬴政扫过来一下，这波其实已经很细节了，已经很细节了。对，传送免疫兵线的一个受到的伤害，差一点。如果说下一波有那种冲阵机会的话，是有可能直接越着中1塔推的。但能看出来。这第4小角才是两边状态都比较好的一把，都是你来我往的，就你开你的，我开我的，这种是比较激烈的一个对抗。刚才确实在2、3小局当中，广州 TTG 有点不在状态，这局终于是把状态找回来了。
而且越到后期，广州 TDG 这种只会越厉害。叱咤和孙晴的装备就只会慢慢起来。主要他这个阵容是每一个人都能往前冲，没有后排。是的，谁跑得慢谁是后排。罗波顶着带，这样其实秦九来中抢就得小心了。现在其实只是因为赫兹的闪没好而已。如果下波他的闪好了，秦九再继续推中一，还是会被开的。赫兹这边给的压力非常的大。虽然说杨戬很肉，但是他不会管你的杨戬的，对，他只会找你的嬴政和戈亚。你说戈亚有一些位移能够拉开距离，那包括朵利亚其实也是有可能直接被开到的。只要张伟想靠前，想继续推，但赫兹的闪已经好了，对，得小心这波。这波想要压中路的伊塔，先磨一磨血线。不敢太深，其实最好让吴璇要把边路线给好好带带，因为每波其实 TDG 虽然有很多人在中，但是边线永远是让罗波去过的。吴璇这段时间他可能觉得在边线当中不太好打罗波。哎，圣殿的法电箱那被逼了出来，对，知道你没法电箱地了，要进红。这波红区看 TDG 要挤吗？不是火舞，取个大招，哎。红是被神殿保了下来，但这波阿豆的一个位置大招就得取消了。也要被打一些状态，非常残，差一下被打出被动，是还是比较危险的。但是状态掉了之后呢，得回家。这一波龙区的视野，同乡晴九可以站住，并且直接把龙给打掉。再回来收波野区。其实这把只要晴九把阵型保好的话。波冷大招的威胁还是比较能限制到 TDG 这边的一个进场的，很容易被戈亚大招给困住。虽然说都是进场型的英雄，但是一旦被反手一控，也是很危险。看这波中一还是没能推掉，直接开大扫线，走上去，但由于是法天象地的一个一技能，所以说走得很慢，对，跟得很慢，是的，直接被躲掉了。而且不知火舞也很灵活。继续来抢中，孙权这边已经做出3件套了，电刀末世兵甲。哎，看这波阿豆拍两个，侧面推的效果怎么样？不是火舞一套进场，直接找到戈亚，先把戈亚给打掉，正面再强开，又把杨戬给收掉。这波罗波拿到一个3连决胜 ，TDG 打了一波0换3。是的，这一波阿豆的1手开团，赫兹和罗波2手进场跟的也都特别的好。在小雪做出兵甲的一瞬间，阿豆立马开了个笨狼，直接冲正面，直接告诉队友我可以开了。一切都是那么的刚刚好啊，都是有预谋的。奔狼加大闪，都在等小雪兵甲出的那一个时机啊。因为兵甲一出来，小雪就可以往正面团战里去砍了。是的，这样的话拿了3个头，推了2塔，10分钟的暗影暴君 ，TDG 也可以直接拿到。对。其实刚才在推这个塔的时候就聊到过，这个防御塔有点像假塔的意味。是的，打起来是可以强冲的，但是晴九还是没有特别好的注意到这一点，可能觉得防御塔还有一些血线。这一跃，大闪拍2个，苏烈顶1个，然后火舞和叱咤直接进场收割。是的，正面的阵型直接被冲散了，因为第一时间晴九是没反应过来的，他们还在带线，他们觉得这一波 TDG 会正常扩中的时候转下路去。刚才这一波突然性的开团，确实决策做得非常好。这就是我前面说到的，其实晴九这个阵容不能逆风，不然嬴政和戈亚伤害会显得越来越低，因为他没有机会去给他牺牲了选择真机那种带控制的点。是的，你就要把这个消耗做到极致了。但你现在这种情况被压在高地里面，你的很多的大招是要用来交给兵线的，而且得小心下一波火舞闪好的时候，而且阿豆闪好的时候再次过来奔狼强开，那种你是挡不了的，你没有拆火，你没有拆火技能。阿豆、赫兹和罗波3个点的闪现是完全同步的，又来了。但这波闪现差一点点，是的，应该只是逼位置推高地的。哎，想要反打吗？这波其实开的早了一点点，最好等火舞和他自己闪现好了之后再去冲一波。是，如果想逼位置推塔也可以理解，但是兵线刚才状态也不是太好，直接被清掉了。这波应该不压了，要直接动龙了。直接动这条暗影主宰，经济差拉开了5000。
慢慢打不着急，后续就可以慢慢的卡3路线，而且可以等待着阿豆的下一波奔狼，那波就可以直接去冲了。对，像苏烈这种英雄有奔狼去越高地打也是没什么问题，主要第一时间得把爆发集火在一个点上。这波应该是推下2的，孙权也摸出了破晓。阿豆的奔狼还有1/4的 CD。 等那个大的暗影先锋过来的时候，就是阿豆奔狼要开启的时候。这波应该要冲了，就这个3条龙兵应该要卡视野了。现在阿豆已经可以尝试着把很多视野先藏一藏，想先小压一波下，想逼点技能。对，嬴政大招交了，但是消耗的效果不是很理想，逼了戈亚的一个大招。嬴政这边第2个大招再扫，中路高地已经被磨成了一个1/4的一个血量。对，并没有选择直接奔狼冲啊，但是前面已经逼了很多的大招了。但是这一波阿豆的状态也不是太好，反手一做大招，上高换一下技能，直接破上。主要是在中下的高地推进的时候，其实骗了朵利亚的就朵利亚的刷的一个技能大招了。嬴政2个大都被逼出来了，没着急，还行。对于秦九来说，就只破了1路。但是接下来肯定还是会面临到广州 TTG 给到的持续的压力，得小心下一波 TTG 拿完暗影暴君的时候，苏烈从上面这个口子冲出来。或者一旦秦九想要来外面去看一些资源，那这个时候都有可能成为苏烈绕侧的一个空间。对，感觉这个龙应该会放了。这嬴政和戈亚出来看龙的话，被绕一波就直接炸掉了。广州 TTG 这个阵容打甲位太厉害了，对，视野探不出去。第2条暗影暴君直接被 TDG 拿到。看这波要不要开奔狼冲啊？这波情况下应该是要卡视野的，因为如果正常松线进去是不太好压高地的。吴璇一直在前面给视野，嬴政开大招，阿豆虚大逼位置，血魔之怒也交了，能点掉吗？差一下，给一个大招，把中路的高地塔点掉。朵利亚这边给嬴政刷了第2个大。同样秦九这个阵容拖发育的能力确实非常强，主要嬴政手线太厉害了。但下路这波应该很难守了，因为中路高地被拔掉了。所以中路这个口子，秦九得放出来。对，中路线一推进去，那下路的高地应该也就顺势告破了。把你的人逼到泉水来，然后去推你的下高。对，3高全破，侧面还逼出了影的大招。这样的话，滚一波野区，不着急，可以开第2条暗影主宰了。秦九还要出来接吗？他出来接的话，一波绕后就直接炸了。想出来，如果出来的话，你第一时间就得找到苏烈的位置，然后另外火舞的位置也是很有威胁的。翻个蓝，最好别出来守吧，可能只能背靠高地了，主要没有任何的控制。然后4个人想蹲一个，想蹲一个过来看视野的人，但 TDG 没给机会。对，很明显 TDG 这一波他们的动向是想要去拿这个龙。看阿豆的位置。应该有点猜到对方人可能在野区哦。对，等一下，这波看谁先漏了。影漏了，拿到龙，阿豆要准备了。是的，奔狼要启动了，人的位置都在，看看第一时间能不能撑住。嘉欣的位置先倒了，包过来想强打，拉扯之中，这一波还得慢慢往后撤。杨戬在人群当中有点脱节了，罗伯拿下这个击杀，还是经济差太多了呀。对，这波第一时间阿豆队没有选择直接绕后，选择来的正面。好在经济领先够多，不过这波秦九的角色是没问题的。对，秦九第一时间打掉一个吊点已经做得很不错了。但是现在秦九要面临3路兵线的压力，4条龙兵，苏烈这波是有被动的，可以直接去卖。嬴政扫，第2大招逼一下这个大龙兵的一个距离，
火舞踢到了影有大招，对，这波影扛了比较多的伤害，不过还是倒下了。这波进场又把嬴政砍掉，2连击破，自己有复活。是的，戈亚的位置也被追到了，兵线进来可以直接点掉水晶，让我们恭喜广州 TDG 2比2，双方来到双赛点。这其实就是他们在4楼选择嬴政的情况下，必须要把前期的经济不能落后的太多，以及最好能去打一个顺风。是秦中庆能看到，秦九的角色是没什么问题，但是一旦到打野区或者说被对方打赢一波的时候，就崩掉了。就是那波阿豆这一波中路笨狼冲了一波，冲完就炸掉了。我觉得这一局对于广州 TDG 来讲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们其实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种主动性。对，他们还是得拿一些主动性更足的阵容。如果说去跟对面碰撞，可能这个对于广州 TDG 来讲会更舒服一些。是的，如果你野区什么的都拿得太被动，阵容也没有什么能够去开的能力，那这种时候其实对于 TDG 来讲，在逆风的时候他做不了任何事情。就大概率第5局还是这么一个画面，两边应该都不会怂着打。对，基本上就会选一些能够打架的、带控制的一些阵容。这局其实秦九的前中期也是做的可圈可点的。这局秦九状态也并非不好，只能说那2波。一波火舞，一波苏烈，对，那2波给他们打开的太好了。对，就是2波团战的事情。如果说你一直没有团战画面的发生，让秦九这个阵容平推下去，他是可以利用手长的优势去把对手的状态压低之后，再进野区，再找到属于自己杨戬的那种画面。是的，包括说这一把，就我们能看到4分钟对抗路一波。对线虽然说没击杀，但是已经把影给打残回家，才能够让 TDG 拿到了第1条暴君的一个主动权。是的，然后才让对方去反到了秦九的一些小野怪，滚一些资源的一个优势。今天这局的在对线层面，其实罗波还是占据了一些优势。对，首先是线上那一波龙团打残你的状态，龙团啊这种就是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叫打残等于打死。然后另外在整局的一个边线带线层面上。其实吴璇这一局也没有成功的把线给带出去。来看一下这把的经济曲线，后面就苏烈那波开完之后，后面就秦九没出来过了。对，一直被困在家里面。那波阿豆开得太好，然后就是阿豆和赫茨2个点吧，他们经常能够把控制交在一起，形成这个控制链。这把确实，罗波从对线期开始就完成了他的一个任务，打得非常清晰。而吴璇这一局本身呢，他应该是作为一个防抓边路去使用的，但是这一局其实没怎么抓这个影，反而是就通过对线的方式打状态，抓住影没有续航的这个问题去压制影。以及这一把赫茨的火舞，又是在塔前关键的一脚。法刺的画面感太足了。接下来是发育路这边，小雪这把确实打得也好。对，就是每次等阿斗开完之后，他进去一技能被动点完，直接大招进场，就是兵甲的那一波最为经典。兵甲出来的1秒钟，阿斗狼嚎一开，立马到了队友身边。等会儿可以听这种语音回放，有没有这种兵甲出来的这种判断啊？本局的爱酷 MVP 是给到了小雪，利刃收割，也是稳住了，利用前面孙权好抗压的一个优势，慢慢的拖到自己兵甲的成型期，并且能稳得住。对，就是他清楚自己的关键节奏点，对吧？那一波定位清楚之后，关键的进场节奏打出来。其实整局比赛不需要孙权每一波团战都高光，但他需要收割出来那1、2波。是的，这是赫茨的第一波。如果没有这一波，应该嬴政的推进节奏会很顺。因为秦九的想法是，因为对方选的是火舞，我一直要去压你的中1塔。对，这波转折点的一波大闪，然后接上火舞的控制，其实2个点把控制接了起来。这是看到赫茨的第一视角，就是那波阿斗笨狼从侧面冲过来的那一波的一个画面。冲的第一时间跟后面经济差已经很大了。对，其实那波秦九4个人蹲红狙是没问题的。这波孙权的进场打出了很爆炸的效果，经济差太多了。是的，当时他其实能秒一个已经很不错了。其实对于秦九来讲，就是这套阵容的博弈点，无非就是看能不能开。最终 TDG 开得好，
MVP 的票型是3票投给了小雪。这把其实说实话 ，TDG 的5个人打的都很好，对，这把是很难给的。其实我也在犹豫，对吧？我那个时间我也在想，我觉得阿豆他是作为队伍里最主动的，就是节奏发起的第一个点，然后可能他的画面也很多，是不是应该给阿豆？但是想了想，小雪收割的画面还是感觉更足一些。对，这把 TDG 全员在线。对，当然这个其实是个好事，我觉得 MVP 难给这件事说明队伍里打的都好。对，你说你队伍里不是那种独木难支，对吧？大家每个人都能够百花齐放，这个其实是对于整个队伍是一个最良性的循环。对。而对于秦九来讲，这一局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太苛责自己，因为确实一套阵容拿出来，无非就是看对手能不能开得出来。他这套阵容也是有点把主动权交给对面的意思。而且我觉得下局秦九会选蓝色方，他相当于把鲁班大师这个班位去逼 TDG 去搬。如果 TDG 不搬，他1楼就去抢鲁班大师。他如果下局选蓝色方，秦九会去扮一个老虎，因为近的话 TDG 已经用了，所以我感觉下一把 TDG 秦九可能会选蓝。对，看一下这局的选边，果然同乡秦九选择了蓝方，而 TDG 在红。那这个问题就是按我们常规的理解来讲，广州 TDG 的鲁班大师体系是更加熟练的，而且由于 TDG 在红色方，你这个盾山你搬不搬？你盾山这个鲁班大师你不可能都放的，你放出来的话，我就看情况搬不搬老虎了，我肯定是有一个优先选择英雄的权利的。对，就不断的在给 TDG 这边出难题。对，所以这个也要看风军教练到底会作何应对了。难度不小，至于后面的这个 PP 里面要考虑的版本强势的英雄还是比较多的。虽然我们也都知道 TDG 的鲁班大师熟练度很高，但是如果说秦九真的一手抢下来，你有没有足够的东西去打，这个也是需要画一个问号的。对，明显能看出来这一场 BO5 已经不能说靠拖后期去解决问题了，就是硬碰硬的碰撞和开团的一个碰撞。是的，而且其实啊，在今天这个比赛打到2比2这个比分，就有点让我想起来昨天的比赛了，就是昨天的2支这个 KPL 的队伍的交手，其实也是2比2的比分，但是昨天是让2追3，今天呢没有一支队伍是这种追与被追的状态，最后一个小局就纯拼谁的状态更在线了。这局比赛的语音回放已经准备就绪，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赢了，走了。哎，我带波下，我带波下。可以带2波。没到就下2了，下一波我就带1波。可以来加重。2件没大，收到。大家来加重的。兄弟，这个眼点只有1个大，兄弟们。可以加这波，等会。中打碰一下就掉的。等瞬间，我给你奔过来。来，我奔过来。眼点只有1个大，可以加。等个一，看位置。来，漏人，漏了，可以加。可以打。哎，能看吗？这里，兄弟，看兄弟，能。严正，来，严正，搁下干。来，严正没闪，死了。可以，杨戬，来直接放中压了，兄弟，压了，来，这波直接压中，包过来，来，这里兄弟，我漏了，哎，杨戬，先拉回来，先接，怎么说？慢慢打，稍微拉一下，拉回来，看外，看能看，追抗，哎，先打影没，就打影，来，追彩灯，慢慢打，兄弟，别过来，接彩灯，跟他加血，彩灯兄弟，来，有线，躲亮。点打也行，准备点打一波。可以。其实听完内通能够看到那一波冲路是已经提前30秒就开始布置。对，他们第一波取的是他们的消耗逼出了嬴政的杨戬的第一个大招，然后朵利亚立马把大招刷给了杨戬。他们当时的沟通就是杨戬只有一个大招，等会来开他。此时小雪清完线之后，发现尹还在上路带线露视野了，正面5打4，就有了这一波开团的动机。而且这个兵甲其实也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就只是带完那波线顺势正好兵甲做出来了。哎，就有没有兵甲这波可能都要开。对，那团战就更加炸裂了。但是第5局前面的时候我们也说到了，这一局秦九选择了蓝色方，所以说在剩余共同的英雄池里面，这把 TDG 是要做取舍的。这鲁班大师啊，盾山啊，放不放？两边的空华都是使用过的，需要考虑的问题对于 TDG 来讲确实是比较多的。其实两边前4局用过的相同的英雄还挺多的，像空瓦啊，像公孙离啊，小乔。
看到了现场的实时大司令都用过支持率的情况，广州 TTG 这边还是要更高一些，但其实差的也真的并不是非常多，都有机会。对，尤其对于秦九来讲，他们作为率先来到赛点的一支队伍，这个小局的比赛也是继续去检验秦九磨合的一个小局。在前面的一些比赛当中，我们其实已经能够看到秦九现在阶段的一个磨合水平是比我们的预料要高一些的。他们5个人磨合的特别好，这是让我没想到的，就一点都看不出来是可能只磨合了10天左右的一个队伍，10几天左右的一个队伍。主要是你面对的对手，他也是检验成色很关键的一步。对，你面对这么强大的一个 TTG， 野区都能够打成这样，希望秦九能够继续相信自己的发挥。但是也来到双方最关键的一个双赛点的小局了。看下班位，沈梦溪 ，TTG 最好是鲁班大师和盾山都搬掉，基本上锁死班位。曹操，那这样他会放一个出来。对，老虎搬不搬？秦九，自己搬。那盾山 TTG 搬不搬？盾山也搬掉，老虎在外面，还是先拿吃叉。就虽然说上一把 TTG 已经用了吃叉，但这个吃叉就是选出来可以摇摆，也能够让红色方先把1、2楼英雄选出来，然后让自己的蓝色方2、3楼做个 counter 位。对，他有点转换为 counter 的这个优劣势的这么一个情况。是的，真香，直接锁，选择把重心交给小雪。老虎，苏烈，而且吃叉还可以摇，双边摇摆。对，秦九这边可以打强进攻了。那橘子这边出不出呢？还是拿凯？橘子直接对着裴行武出。看看后续的班位了。可能要考虑搬一手后羿哦，因为秦九他虽然说这手吃叉是可以摇的，但是他可以理解为中射都还没出，万一来一手什么后羿加安琪拉这种是可以接 combo 的。搬了不抽以及狂铁，蒙恬。这个感觉是对着狂铁搬的。对，女娲搬女娲有可能要拿真机。达摩是针对罗波他个人搬的，对，知道罗波他的达摩玩的很好。那看看边路的选择，搬的英雄还是挺多的。这个真机拿不拿？夏洛特。这个有点万金油了，这样的话，我觉得秦九可以后羿加干将或者后羿加安琪拉，总是很棘手。末冷的后羿准度也是不错的，对，就看你中单这个点要不要选接爆发的去跟艾琳，那还是要打一个对线。海月限制一下切位，固定战场。那这样的话，最终是确定了吃叉走对抗组。广州 TTG 中路，王昭君，其实就王昭君真机2选1。不管怎么样都是去限制一下进场，但是感觉这个王昭君一拿的话，可能他不像真机的团控来的那么明显。主要是太乙和王昭君也能切 combo。他觉得可能爆发会更足一些，而且也能够当一个反手点来用。真机的话，可能觉得对面裴金虎比较灵活，就可能选真机只能 counter 到一个苏烈。但这把阵容还是那个点，两边都还是要去打架的。对，只有可能说 TTG 这边真香会更偏发育一些。
但橘右京加太乙前面的强度还是够高，所以说秦九这边其实这把秦龙旗得打得比 TDG 要凶。但是在对线的角度，像真香这样的组合，线上的强度也是强的。对。如果说秦九这一局没有办法利用裴擒虎的节奏动起来，规避开橘右京的野区的话，这局可能整个前冲期的进攻很难部署出来。看一下 TDG 怎么开局啊 ？TDG 要不要考虑让真香去走第一波中，然后去帮对抗路这边，让王昭君自己一个人在下路玩？这个其实也是很多队伍在拿到真香配合一个工具人的法师常用的开局布局。对，但老虎这边感觉大概率他也会中路开，因为中路是一个海月，过线是非常快的，有可能中路开，有可能直接去反山豪。所以说一级两边还是要围绕着中路一级怎么去布局展开思考。双方的赛点局阵容已经锁定完毕了。大场比赛的胜负就看这一个小局，而且我们说了，我们是单败，这小局谁输谁就直接淘汰了。两支非常拥有羁绊的队伍在第一轮就遇上，谁都不想倒在第一轮，就要看这个小局当成 BO1 来打，放手一搏。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来到双方第5小局的对决当中，也是双方的赛点局。蓝色方同乡秦九，红色方广州 TDG。大家好，我是解说海螺。大家好，我是北岛。哇，两边都很细啊。第一时间是王昭君直接动到了海月，神殿不着急出来打，因为他想反蓝。打蓝打一半的时候，嘉欣说：“哎，不对劲！”立马去看了一眼自己的蓝 buff。打到一半之后，神殿看到橘右京往中路走了，立马放弃了反蓝的这个想法。两边这开局的博弈啊，都已经拉满了。对，主要我觉得两边打野都清楚对面有可能跟自己一样的想法。对，因为他常规来说，老虎肯定是要吃第一波中的，因为海月是秒过线的，就老虎不可能直接去红开，然后再过来去吃一波后线。对，因为海月他不是王昭君，他线是很快的，所以嘉欣就是猜到了老虎可能在反自己的蓝 buff。主要是对于嘉欣来讲，他在玩到像裴擒虎这样英雄的时候，他也经常有这种举动。就最差都是中线开，好一点就是反山豪，极致一点就是反大的 buff。反正你不可能是自己家野区慢慢刷着打的，那样选老虎没意义了。对啊。都很了解彼此啊，快速过中。看一下这次的第一视角。卡了一波视野。对，哎，进草，但海月马上4级，他有点慌。对，这波不太好应战。他但凡是3级半就直接动打一套了。是的，血线上能占点便宜。哎，下路打了起来。这一波阿豆的位置有点深，还没有大招。他应该是想蹲，但是位置太靠前了，直接被裴擒虎留住了。对，他可能第一时间已经所有人的视野都挤过来了。主要这一波蹲这个草没有太多的意义，橘右京、王昭君都是不在的。如果他们要过来的话，他是可以挤对方的 L 草的。不然应该站一个防守草。看一下第2波的空间之灵。海月这个时候是有大招的，不过裴擒虎不在，不能打特别凶。是，看看太乙这波又包了过来，水幻境拉进去一个人，但苏烈在往这边靠。不过老虎有点慢啊，他是前面在吃中线。王昭君海月要被卡落点了，拍2个。再拍，有一个复活拉了起来，反倒海月这个位置倒下了。慢慢打出苏烈的一个被动，太乙人跟上一个炸，再接动，这波升颠也倒下了。再来交波技能之后被拿到一个2连击破。最终是被 TDG 打了一波0换3。是的，这波九寒为什么要开啊？就老虎当时是在吃中的，能来正面的只有一个苏烈。这波其实如果真要开，老虎就别吃那波中。因为当时我们看到小地图上面老虎已经在过中线了。是的，肯定是少人的，因为 TDG 这边有4个人。
那这波打完之后，对于整个同乡群友的前期来说，就有点裂开了。本来其实秦九这边拿了一血之后，他们是一个优势开局。对，这波因为秦九的一波着急开团，被对方打了一波0换3。对抗路的对位经济已经拉开800了，经济差太大了。就对位的经济这一下其实是很伤的。TDG 要反红了，哎，而且能交了。 但是正好是4分钟暴君刷新的节点。对，这波就是没有必要硬开。但是流程的要反红，流程的往红狙击贴上去没动到，差一点。扑上去红 buff 还是被 TDG 反到。对，神殿这边惩是惩了，但是应该是稍微早了一点。那后续的每个红 ，TDG 也要反了。对，就跟那把夏侯一样。主要是。 他这个阵容往野区里挤，成本是比较低的。哎，艾琳这边大招逼出了小雪的闪现。现在这个野区节奏不能断。刷了自己家野区之后，应该马上就会往对面那儿奔。现在神殿只能找地方吃钱了。而且海月由于上一波的阵亡，其实经济比较低，他现在拉谁都秒不掉。 只能说看把谁关起来，把这个团给开起来。对，跟着加钱，要等下一波秦九的红区刷新 ，TDG 应该还是会继续进的。这波中线再过完，下路线如果也能做优，那红区的视野应该就会慢慢再去挤住了。那波其实得看南风的苏烈的位置绕的好不好。他那波其实最好藏一下视野。 等到 TDG 人进来的时候，去个大招开一下，得尝试找一些反打的机会。这波秦九为了守红，上线也不清了，直接提前过来把视野占住，放了一波上线硬打，找出来，之前漏了一波没动到，但是橘右京的状态也被打得有点残了，潜过去顶过来，炸3个。 但是橘右京这波进场也依然没有办法打太多输出，而且呢动到了苏烈，夏洛特的进场伤害够不够？再打一个七星光芒剑，把神殿成功给杀掉了。苏烈强拍，再接顶墙，复活，直接一个复活，反手的动，但是南风的位置依然没有办法防住夏洛特侧面的进场。这波补上伤害收掉了莫冷，而且罗伯的夏洛特也锋芒毕露。这波 TDG 想得很清楚，首先是太乙的一个炸。 被苏烈而且能顶回来了。其次就是海月这边想拉太乙的时候，阿斗的闪现是躲开了海月大招的一个范围。是的，然后打出了第2波的一个团战，侧面罗波的一个进场带走了神殿的裴金虎。主要是罗波这2波这个进场都太惊艳了。对，他是刚才杀了裴金虎之后，又在外面等了一波技能，再去打进场。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其实已经顶过去了。海月拉被打断，闪现拉开，这一波被打断太伤了。这个时候。 大闪击飞了裴金虎，直接带走。神殿身上是没什么技能，这个时候就没必要硬留了，他也还是有复活的。就换的话，顶多就是最多感觉1换1，而且这个地形其实对于秦九来说它是很不利的，对，就是要走过去有一堵墙。这2波打完有点崩了，说实话。本狼要冲，强冲，潜到苏烈，但是2技能拉开。还好苏烈是提前释放了一个2技能，拿位移过程当假霸体用了，不然被控到估计也死了。是的。再进红区，马上刷新。海月拉，但是这段他拉进去打不过呀，在环境里面有可能被击杀。对。 居合再给大招，经济差太多了。是的，但是反手去打一个落点，他一个人给一个复活，直杀进场。这波看能不能完成收割，伤害是不太够的。夏洛特状态很好，也打残了裴金虎。就现在就是因为第1波海月那波强行拉，把自己这边给拉崩掉了。是的，后续经济越来越低，现在他拉谁都打不过。九寒他有点恶性循环了，刚才野区也是。 就是你越是这种不敢往里拉的局面，你一往后撤，状态也都打下来了。然后队友为了跟你这个拉的位置呢，其实队友的位置也都已经站出去了。海月就是这样，前面只要2个大招你没打赢，或者队友不在的情况下，你基本上经济都是跟辅助差不多的。对你可能一整局只能担当一个固定战场的作用。而且
基本上逆风的之后，你大招就是拉进去之后，只是为了拖个大概4、5秒的时间，你自己就死了。所以基本上这种局面之下，海月就只能当工具人来用。所以你看九寒的一个出装方面，也是直接守护者之铠。他知道如果不出防装，死得更快。对，你在水月幻境里都活不了，那更不要说再出来的问题了。准备进下一波秦九的红区，给波消耗。阿豆虚炸了，夏洛特侧面的位置已经卡好了，再接炸啊，再接动，一套技能上去，但是伤害是不太够。但这个 combo 切的是很好的，是一个2闪接王昭君的2技能。哎，苏烈反手可以拍的还不错，北京5绕后，第一时间跟不上伤害啊，而且他也是有复活的呀。对，就去压起身，吃叉踢2个还不错，北京5咬进去，打出了孙尚香的一个复活，再扑，孙尚香看1技能好了，过墙，不过还是被点掉了。最终是被秦九打了一波1换2，这波被秦九打赢了。吴璇这一波拿到了一个2连击破。这波秦九的思路想得很清楚啊，神殿的一波绕后，吴璇的正面开团，先是逼出了他也给了一个复活，然后神殿原地是等了一下双枪的一个翻滚的距离，最终是被这个吃叉一发1技能带走了孙尚香。对，哇，这一波秦九是真敢打。也是抓住了前面阿豆没闪的一个时间，全面在2塔前面放过了。哎，一套惩戒挂减速，伤害不太够。但现在这个老 But they can't really drag to the late game. They don't really have a tank. 1v1的这种边线的单带上面，身边现在这个线就不太好带了，更不要说在野区里面碰撞。但这波龙团秦九还是不好接啊。苏烈前面是那波是交了闪的，这波 TDG 肯定是要利用龙臂团的，看海月能不能关一个进去。动到海月了，但是这波人的位置被推走了，神殿拿到了龙，吃叉进场，对，吃叉进场还是被控了一下，拿到一个2连击破。水月幻境里面，夏洛特肯定是死不了的。哇，4个残血！哎，这波裴行武也没有起到好的效果，九寒的位置也要被压入起身，加接一丝血，把伤害打满了。TDG 打了一波0换4，只剩下艾琳一个人。是的，想牵这下时间，把艾琳的位置压走，想要在塔下完成强杀，激光剑打上，横扫千军。复活的苏烈能来得及吗？吃叉还有3秒钟。刚刚复活，苏烈的话可以拿命来清这个线，但是后面是还有一波线的。大招拍一下了，还有一波线。不过对手也刷冰了。应该不推了，对了，有点危险。So at this point of time, 对， TDG will fast clear enemy boost at jungle camps and it towards the shadow overlord. 刚刚好多残血啊！哎，先找孙尚香，阿豆再留点，炸到了，再接一个炸。阿豆这一波藏的位置太精妙了，是故意卖的呀！对呀，这一波神殿上当了呀！ Yeah, that's what I don't really like about this. 这个假装以为旁边没人，同城清九对你离你很远的位置往侧边走。只能说对于阿豆来讲，神殿还是makes very rash 年轻了。 He's quite reckless. 阿豆的经验，他在这种位置的一个留点。 成功给 he's young and talented. 带来了 I give him that, but 又打了对手的一个持续掉点。是的。 not really there. 这样的话，现在 TDG 就会慢慢的推进了。So now TDG will just look to take the 海月现在基本上就已经 E3 and then most likely they'll put the Shadow Vanguard at 你说拿他当个工具人，他拉进去其实拖的时间也没什么用处。王昭君大招让队友点塔，高地能拆，可以转下路高地。 Technically the damage wise for it's pretty even up for 清九哎。经济领先8000，巨大的经济差，而且其实同乡群九这个阵容想要去制造那种。 非常难得的团战画面。而且等龙兵进来，得小心阿豆的一个2闪开团。对，龙兵马上进来，他也要去炸了。但是吃叉的位置也在绕。吴轩 is the 九星在盯，在找。吴轩 is the 舔过去，杀了一个苏烈，让队友点高地，3高全破。没有着急去硬打，他这波夹位想去强切，但是第一时间吃叉吃到菜头上面，反手点2下，吃叉被反秒掉了。 苏烈也只能边打边撤，海月拉一个，但是这段时间很明显在幻境里面打夏洛特是打不过的，就看出来压这个起身了，给一个洞，这波没有动到，但夏洛特一个人能顶3、4个人的伤害。这样的话 ，TDG 可以利用野怪回点血再压，
这波其实秦九我觉得已经拉扯的很不错了。是的，只是因为 TDG 领先的经济太多了，9000。巨大的经济差。主不选他绕后，他是没办法，他如果不绕就要被一波了。对，他只能说找点机会开反甲进去。 The only way for 秦九 to come back 绝境当中拼得一线 only 生 5 机 minutes 了，但是主要经济差摆在这儿，你其实去拼 it's 也 most 只能 likely 是 a 延 3-2 缓一下 favor 时间。广州小雪 TDG 马上复活甲。 And Snowy is going for Sager Sanctuary. That's the small Sager Sanctuary stone that provides 150 armor and 150 magic resist. 现在同样秦九还是得想办法在外面把线简单清一清。复活甲出来了，对，3条命的双枪，再空下一条暗影暴击。 And they can't. The only person that they can really aim for the side of 秦九 the Snowy. Once Snowy fall, it's quite hard for DTG to push. Cause 这波由于有自身有个复 Mrs. Frost is going 打得更凶一点。比方说 she bought 奔狼 she bought 是 the 有闪现的。 active item and ominous premonition. 海月拉了个太乙，对，但是直接想去扑后排。 第一时间，看看吃叉能不能跟上，打出来一个复活。不过裴建谷的位置已经被下路钉死了，没办法，这波只是正面的一个速裂了。再找海月，无坚不摧，再给一个复活，打了一波1换5，等待兵线就可以一波。是的，3连决胜的萝卜，上路有线，中路也有线。 兵线马上进来，点水晶，让我们恭喜广州 TDG 3比2。 It wasn't an easy one for DPG based on this series. Not very clean. Still need to jump. 哇，最后一局啊，就是上路那一波，打完之后，其实正面的秦九就已经很难接了，对，非常可惜。但那波也是被 TDG 给抓住了。这个比赛其实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秦九这边他们差的也许并不是磨合，而是更多的比赛经验和耐心。最终还是被 TDG 稳住了。3比2，一场艰难的胜利。让我们再次恭喜广州 TDG。是的，晋级下一轮。广州 TDG 在今天比赛当中表现出了足够的韧性，以及他们在一个状态可能没有非常好的时候，及时的一个调整能力。非常精彩的对局，笑对惊涛，平胆破，千磨万击始成风。 恭喜广州 TDG 晋级2025年王者荣耀挑战者杯单败淘汰赛16。广州 TDG's next opponent 好在最后的4、5局1把打的是比1把好。2、3局确实有点低迷，已经找回了自己之前的一个状态。就是他们的一个及时调整能力做得非常不错，但对于今天的秦九来讲，可能他们需要更多的是在一些关键时间点的决策比赛的一个经验。 他们需要把他们的信物放在我们的信物墙上。是的，这是意味着告别挑杯的赛场。对于这样的一支秦九来讲，其实我觉得面对这么大程度上的一个重组，他们真的已经足够的让人惊喜了。百战双寒，心未凉。 暂歇蓄力，再起航。同乡秦九遗憾告别2025年王者荣耀挑战者杯淘汰赛舞台。真的就是那一波啊，那一波但凡没发生或者不着急，这把秦九有机会的。前面已经拿到了这个太乙的1血，节奏如果能正常进行下去的话，也不会那么频繁的被反刀。是，就是那一波崩了之后，嘉欣抓住了那个空档期。 控完暴君，一直控你的红区、蓝区，反复的把经济越拉越大，你后面团根本接不了。但我觉得，即使是说今天大场输掉了比赛，但是秦九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是的，我觉得面对这么一支重组幅度大的队伍来讲，他们今天能够做到这么的一个比赛画面，其实能够感觉到他们的能动性非常非常足，选手的个人能力也都很强。就是在一些关键的决策点上，不要急，这个事儿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执行起来难度是很大。是的。 Season resets 看一下赛后对位数据。 So if you need ideas of 这把无选也没办法 how to itemize or like 前面已经崩掉了，对，他也得去找机会。You all can copy this for next season.
然后就是especially for those of you who want to try 赤茶。这一局深渊的裴擒虎是很难出太好的结果。主要那波团给嘉欣拿了2个头之后，裴擒虎就 more or less all the items are synchronized。基本上野区见到就要被居合晕一套。哇，王昭君这把数据0-0-17，我没记错的话，上一把赫兹的火舞是0-0-9，助攻之王啊！是，把所有的人头都让给自己的 C 位。这局小雪拿的人头也很多。阿豆，那波确实骗得很好。那波那个留点我真的太精髓了，那个就是赛场经验丰富的一个绝佳体现。MVP 本局的 MVP 到了萝卜 ，F MVP 也是团战 TDG 的萝卜，9-0的战绩啊！而且是一波进火区击杀掉了身边的裴擒虎，那波大闪很关键。team 那波切上 percentage 裴擒虎之后， 掉，裴擒虎和橘右军的经济就拉得特别大了。是的。就这一波，看裴擒虎这波是打完的时候才刚过来。对，九寒稍微急了一些，硬接了这波团。然后后续战场的收割其实做起来就很容易了，后面就开始清野区了。对，一直在盯裴擒虎，抓住裴擒虎想拿红的一个瞬间，2大闪击飞，一边叠被动一边拉3指。这波也是抓到了对手想要去反打的一个机会。这波龙虽然被神殿抢到，但是正面 TDG 一直在打人，这波好多残血啊！就在神殿的视角里面，他觉得是一个个能杀的，但是一直被控死了。对，就是有点换扛，让每一个人都吃到一点点伤害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最后这一波确实就是强行去拼一波了。对，确实没办法。只能说，对于秦九来讲，可能如果要复盘的话，还是要从前期开始复盘。其实就上了那一波。对，这是为什么在比赛里面，可能在前4分钟一波团就决定着一场比赛的胜负走向，就是这么关键。是的，3票，萝卜成为了本局的一个这个最佳的选手。其实对于萝卜来讲的话，这局的画面也是足够多了，而且9个人头已经是很夸张的一个数据了。而且从上一把就对线技开始，感觉萝卜也是在下半程发挥的越来越好的。萝卜他的状态调整的也非常快，很快的能够找到对于团战里面的威胁。就是很多的时候，就是你稍微帮一下萝卜这个点，他就能涌泉相报，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一般对面绝对不会搬达摩的，但因为是萝卜试定一下，第5班给了个达摩。而且确实从客观上来讲，后2局的一个线上，包括甚至我觉得后面几局整个萝卜的表现都是要对位无权需要优势一些。是的，包括在之前的比赛里印象很深的那一波，就是在龙团之前先把那个无权的状态给打掉，然后导致那波龙被 TDG 他们自己拿到了。对。就有这样的画面，其实这个就是属于选手个人能力的体现，其实是一个隐藏高光。我们虽然说看不到另一边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通过小地图知道这一波就是他凭借着个人操作打开的优势。也许从画面上的体现没有那么的直观，但是通过我们的分析，在龙团这么一盘少个人怎么少的？打掉了状态，就那时候其实最关键的问题。秦九正面也是很懵的，本来4个人兴致勃勃的准备开个暴君，因为他那个阵容正面强啊。对，发现哎兄弟你怎么残了？然后吴璇这边说不行，我来开不了了。对，就是其实语音沟通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他一说不行，正面视野一放，整局大家就不知道怎么打。其实很多的时候是有这种。以小点带到大面，然后最终导致整个团战都会让队伍陷于利与不利的这么一个问题。因为在局内你得准备好很多种突发情况，你不可能说所有的视角都是以你的第一视角为中心，肯定有其他的队友可能在边路单挑着，对，或者被包了什么的，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你要做好应对。在这种临场应对的情况之下呢，萝卜能够经常打出一些提前量，然后另外我觉得今天。你提到的临场应对这个点，还有就是阿豆，他真的做得特别好。针对对手的临场，他无论是说突然性，还是说给对手设下的圈套，今天这个大场比赛里我们都见到。我说实话，第3局打完，他们下局绝对被教练输了，肯定的，是吗？直接第3局打完，教练肯定说，
怎么打得这么怂啊？打凶一点下吧，赶紧打得激进点，打凶一点。所以说立马就换了一个风格，肯定是会跟教练组有个这样的一个沟通的。然后对于阿豆这边来讲，也是你给他拿到一些主动性的英雄、先手能力强的这种英雄的时候，你看苏烈的这种画面，对吧？就非常非常的足，很多波这种绕侧的一个大闪，是能够为队伍奠定这个胜利的局面的。包括那一局的太乙，其实真的让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也是再次恭喜 TDG 拿下大场的胜利。现在采访已经准备就绪，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现场。Superstar Rookie Selection Auction Thing。欢迎来到赛后采访，大家好，我是天云。那我们采访到是广州 TDG 的下路双人组，来两位和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广州 TDG 阿豆。好，大家好，我是广州 TDG 小雨。你今天自己也说了，带了第10任的射手打比赛，这个数字突破到2位数10人，你来说是不是有感慨？觉得比较有意思吧，然后我算了一下嘛，然后正好是第10位。哦，如果我现在做一个小测试，让你把这个都列出来，你会挑战一下？我怕被清算呀！你试一下，我试一下啊。13，第一个13，第二个闪光，19审判，风萧，一诺，梦兰，招人，小九，小雪，掌声鼓励一下。真的用心记住了每一位搭档，表现的特别好。所以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现在都说你们有很可爱的组合名叫爷孙射手啊。虽然我觉得这个辈分有点夸太大了哈。最成熟和最青涩的组合，你觉得你们之间有什么化学反应吗？我爷孙组合，我感觉我被人打成孙子了，我照顾爷爷。哦，这样吗？小雪刚才很想表达一下，你们之间的化学反应是什么？Just protect the 那确实，你是这么有经验的一个选手来到队伍，你有没有从阿豆身上吸取一些什么别的？你印象当中他跟你说的最多的是什么？平常？就是很乐观嘛。很乐观是吧？感受到了来自阿豆的正能 And 量。Snowy feels that Ado's joining the team as a veteran rumor is a good addition because he brings about good vibes. 我觉得是一种挑战吧，因为 he has an extroverted 备赛的时间也比较短嘛，然后我们人员主要是变化会比较大。其实今天看比赛的过程，大家觉得挺就是什么提心吊胆的是吧？中间这2局你们觉得是出现了什么？ They are very cautious of how they perform today, as this is their first competition, gelling as a team for about a month. Especially Reddish is new to the team technically, and Ato has never played with these youngsters before. So obviously there's room for gelling and miscommunication. 这是你们对于那2场失利的总结吗？对，可能我觉得在比赛场上，大家整个心态还没放开。尤其像第1把我们终结的会比较慢，在第2把、第3把的话，我们很多团没有敢去接。到第4盘、第5盘的时候，大家教练组给我们下了定心丸，让我们放开来打。对，确实还是在心态上面的一个放松，会对你们有特别大的一个加持。然后我们看了一下下一场的比赛，对阵到的是你刚才所数到的第7任射手梦兰，佛山 DRG。这场比赛2位觉得是一个怎样的比赛？是 BO7哦。你来吧，我是他的第3任辅助。是吗？你说说，你觉得那场比赛？我觉得赢下来吧。非常简单，比分也没有什么感觉吗？没有，能赢就行。能赢就行。阿豆同样吗？必须拿下。必须拿下，非常的有。So Ato is trying to lighten the mood and saying that they will do their best to win DRG and go far in this tournament. And Snowy just said, for me, I feel that we should just take it one step at a time. 这个祝福有挑战性吗？作为选手的话，我觉得这个祝福是有挑战性的。是有挑战性的，未来可期，未来还会有挑战。小雪，我相信你也一定还会在那里等待祝福和挑战。非常感谢2位的分享，也期待你们下场的精彩对决，祝你们好运，谢谢。我也在这波。别慌，他打野刷很慢的，我们打野来了，看别怕。可以看我。要速打，来，拉不了。海月没闪门，我死不了。接，把正气铺开。海月就行。我找苏烈位置，加兰奈来。蹲海月没闪。苏烈没闪的。中了有力啊！恢复我的你打。受不了兄弟。来，慢慢打。苏烈没闪，听我报。打了。老五兄弟，来，炸了，动了，来，动了。回去，苏烈没闪，先接，落波接了金兰，杀了金兰。
大晕，好杀！进篮！我帮你们盯好，吃叉没漏。哎，没事，橘子一个人盯就行了。哎，行，橘子一个人盯。到了，往前压他，卡崩了。没事。拉一下，他搬就拉一下。对，说的。海源闪带了，带也可以打。来，你们打过去，接我就行。顿时。别打，等我就行。接受。吃他。没有，我活了。还有复活。海源，一波了。左手麻了，兄弟，刚才赢的是艰难的仗。哎，你带太乙，我们给枪能宰掉吗？也可以，你海月过来跟我吃加速海月。来，那他们尝试吧，看能不能带太乙。没位置。带太乙，我整没位置，兄弟。来，别急，带进去了。先看一下。你们没咋样？看哪样？哎，兄弟，我能拿回。冰了一下。你们自己看着打。没事，可惜了，兄弟。可惜了。没事，回去再多长点经验吧。谢意的。今天这个听到了这个双边语音，其实首先听到广州 TTG 这里，其实无论是他们刚才采访还是语音当中，我觉得就透露着一股自信，就是能够感觉到是非常阳光的一支队伍，队伍的氛围真的特别好，这种氛围还是让人感觉很高兴的。是的，而且就是知道马上输了之后，还说及时的回去调整。但对于秦九这边就是其实也是整个的心态也很好。对，就两支战队其实都能够看出来，非常的尊敬对手，同时也是在全力以赴的去应对这个比赛的对决。也希望，尤其是对于秦九来讲吧，能够即使在失利的过程当中学到更多。就是这个 BO5对于秦九来讲，我觉得已经足够他们去学习很多东西，复盘很多东西。而且更加关键让人欣喜的是，秦九他们现在作为一个其实几乎是大幅度重组的队伍，并没有出现太多的默契配合上面的问题，就可能是一些小的失误的点。对，就比如第一波，因为可能沟通不及时，导致老虎没想过来想吃线，正面的3个人就去3打4了，形成了一个脱节的情况。不是说那种大方向的问题，对，是沟通就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你包括说能够打出来前面2局short interview with 同乡秦九 and 能够感觉到秦九 roughly the montage, and then I will see how long the break is. If it's a bit long, probably will cut the stream because I don't have any guys, but I'll see how. 把整个队伍的一个向性再揉到一个点上，相信他们在后面的比赛当中能够给我们展示更高的上限。对。As for the not 苏州，已经慢慢在显现了。是的。包括说他快手 Gaming and 局内 Wolves Esports 重庆狼队，I feel that 是一个比较难能可贵的点。今天迎战 TTG 的比赛也真的是奇差无比，他们甚至是率先来到赛点的一支队伍。如果在后面的2局中，只要能够赢下来1局，其实今天大场的胜利就将属于秦九。但是没有one of the better rumors 距离他们 KPL 这个新的5人组的一个完全体。Top laner is now Feng Xiao from who was on loan to Wolves and then got bought out. Was on loan from Wolves by DRG and was bought out by KH. 还是需要一些训练赛， So 妖刀 is 状态给调整到更好。不过至少说，我觉得 as for the starting lineup for today for Wolves, from what I know is 青青 from TTG last time. 而是会在意秦九在局内既有一些主动性的开团，也有对于野区进攻的部署。因为其实从昨天开赛到现在，我觉得那一把是最经典的无限优势反野区运营教学局。对，其实我们从补丁到现在很难看到。 Even if I do not cover that game, I hope you watch 很难有这种流畅的 on the other platforms 真的是教科书式的野区的这个反野区的对局。其实如果之前我们一些比赛，我们可能会盘，这个野区进攻的时候团战打输了一波，但是那个当时秦九那一局的进野区，我们只能盘说有一波惩击交的稍微早了一点。对，就我们抛开 TDG 他们打不谈，秦九他们把自己的东西给做好了。是的，所以说对于这样一支秦九，真的有更多的未来值得期待。那么对于秦九的现场采访也已经准备就绪了，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现场。Hand the time over to Sky for the post-match interview with 同乡秦九。大家好，我是天娱营的，我们采访到的是来自同乡秦九的莫冷，来和大家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同乡秦九莫冷。其实，在挑杯开始的1个月之前，今天秦九的5位队员还来自4个不同的战队，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需要磨合，大家进行训练的重点，磨合的重点会放在哪些方面？就是先把主指挥还有副指挥布置好吧，然后就是多沟通多磨合吧。
其实我有留意到，今天有听到你们的局间语音，感觉你们好像变得比以前热闹了。你自己有这种感觉吗？有吧，因为大家有的人是第一次打 KPL 吧，然后 I 比较兴 noticed 奋嘛。 your 兴奋，也 incomes 非 have 常多的 been a 支 bit 持和帮助。 rowdy 其实，在大 recently, 家 or 分 like 配指挥啊，或者说定主 a bit more 指挥的时候，这会不会 chaotic. 是今天可 So 能大 why 家 is 心 that? 越来越 So in 急 this 的时候 case, for us at Tongsen Qingjiu, we 有 didn't 一点吧， really 可 we 能到赛点的时 have 候 to 就 make 会 sure 有 that 兴奋吧。 in such a short period of time 其实我还是 gelling 看 as a 到 team. 今天的琴酒 We have to 真的 fix 给 a 我们 main 带 shot 来了 caller 完 and 全 a 不同的 sub 面 shot 貌， caller. 展示了很多全新的风 And 格。 everyone 也 has 看 their 到今天 ideas, 你 so 们特别 it's 秀的几波 quite 操作，想要都来聊一聊。 a reason 尤 why 其 our 是那一局 communications 我 were 记得 like 是 that. 公孙离啊，对面是曹操、小乔加仓，这是出了名的好打公孙离的英雄。对抗这样子的组合，怎么样给自己找一个更加舒服的环境呢？就避免对线找一边多吃点钱吧。 With an 有 enemy 钱 draft 什么 that 都能 was 玩吧。 so good to fight against Gong Sun-Li, how did you manage to curb or like 非常快速的 to 闪 stand the 现， pressure? 那一 So 波 in 你 this 自 case, 己的反应是怎么做的？ some general tips would be to avoid the fighting and leading 看到 to 自己闪 chest 现 and 了嘛，然 just 后 play 知道 safe 你 and 妈有 farm 大闪吧， to 然后 your 就 items. 看他的大招方向吧，然后做出预判吧。所以在那一瞬间，你是看到他大闪完了你再闪的。对。 非常快的反应，这就是18岁的手速啊！其实我们今天看完了比赛之后呢，觉得对于你们 So 未 I 来的 think 琴酒特别的 some 有期 team 待。然后 some 我也看了一 tips 下， that 从 we 21 can 年 give 开始， are 琴酒 like 呢其实代表全国大赛的赛 to 道 always ，K 奖的 predict 赛 and 道 like 和 KPL 的赛道。我们也 rely 逐渐 and 看 trust your 你们从无名 mechanics 小将到了 in 全年 certain 优秀过 scenarios. 了，看了这么多进步，有没有觉得自己真的越来越接近梦想了呢？有吧，就是不管之前的5人组还是现在的5人组吧，然后就希望大家磨合的越来越好，然后多拿点成绩吧，然后希望明年能进个季后赛吧，一起。对。其实我知道老琴酒的队员之间感情特别好，昨天你有在关注他们的比赛，对于自己的老 With 兄 time, 弟、 everything 新 will 队员， get 分别 better 有什么 and 祝福可以给 we 到 hope 他 to 们？ involve stronger results in the 昨 near 天看了 future. 安琪和9恒的比赛嘛，安琪的，我觉得他到新队伍可能进步了很多吧，然后9恒就是被让上去赛有点可惜吧。全新的同乡琴酒，我相信也会在2026年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是不是？对的。然后我希望我们大家多努力一下吧，然后多磨合好，我觉得我明年会更好的。对。好，期待你们的表现，也相信你们的实力。那我们明年再见，谢谢九。Thank you to Mo Leng Hun for your time in this interview, and we hope to see a better Tongsen Qingjiu in the upcoming 2026 season. 我们琴酒是一支活泼的队伍，这是我们5人组分开的第一次大型杯赛。本次旅途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可能是我们换了3个人，然后磨合程度不够，场上的状态可能和训练的时候不一样，这可能就是最大的波动吧。在磨合的过程中，可能更多的是打法上的改变吧，可能现在需要我做的更团队吧。对自己说的话就是，结果可能不重要吧，注重的过程，不要气馁吧。我觉得不留遗憾就好吧，输也要输得体面点，知道自己输在哪，然后回去做出改变吧。总结我的2025年就是，现在全新的5个人又是一次新的挑战，希望和现在的5个人继续加油吧，在 KPL 越打越好吧。
match is 16. Oh my god. Guys, I'll end the stream here. So apparently the rolling schedule only works for the first 2 matches, so it's like, and then after that there will be a 16 break. From what I've seen so far these 2 days. So the third match will be for Group 4 SYG versus Punch level. I think if you're interested on like, whether APG, Alpha will make it past academy program, Qingxin Portion, and look to potentially go SYG or Estar. This will be a match to look forward to. Then for the last match of the day, we have Qingxin versus KLG group number 3. Yeah, so I think the break will be a bit long, 16 minutes to be long. Yeah, so if you all want to, I guess you all can go buy your dinners or something and come back to the KPL streams. I appreciate all the support and thanks for the feedback these past 2 days regarding the stream quality and like any audio issues or what. I'll do my best to provide you guys better feedback and content accordingly. Yeah, thanks for all your support. I really appreciate it and hope you guys learn everything I do for the global scene or for your rankings, good games. Yeah. Thank you. Bye bye. See you all next time. Oh yeah, and before that, tomorrow there will be an official stream by the HOK Global Esports site. So you all can hop by. I will probably be there if I'm not streaming. Show some support and love for my friends. I think Sagi and Kim will be on desk tomorrow. Tofu. So be nice to them. You don't really get a chance to cast like APL China side stuff also. Be nice. Try to keep it friendly there. Yeah, show some love and support for the spicy teams. Tomorrow is 双节队 versus HESC at 12 PM. And then if I'm not wrong, at 6 PM there will be Move Out versus WSD KGL. Let's see you all there.